伯爷，听说您拿鞭子抽了高阳公主，她不是您的未婚妻吗？谁要娶她啊？我才不要当绿帽王，而且还是她先来骂我的，我不就去青楼喝个茶吗？伯爷，陛下这次是真的生气了，这里可是专门关押死刑犯的地方。你懂个蛋！虾仁穿越来时，家中便只剩他一人，前有跟随李世民战死的叔叔伯伯，后有玄武门保护长孙皇后而牺牲的父母。就我这身份，只是打了高阳一顿，陛下怎会杀我？那可不一定，这里连郡公都杀过呢，而且还就住您现在这个牢房。会说话就多说点。你先出去吧，我有事要给虾兄说。咋样了？是不是要放我出去了？虾兄，你先准备一下吧，我把青儿给你带来了，总得留个后吧。少吓唬我，这都3天了，陛下要杀我早动手了，现在这情况啊，估计就是陛下和程伯伯唱双簧吓唬我呢。真的吗？那当然了，要是真要杀我，来的就是程伯伯了。要是虾兄你猜错了怎么办？要不还是先留个后吧。少爷，我愿意。这封信你收好，帮我转交给陛下。虾兄，现在最重要的是传宗接代啊。我特么是那种人吗？青儿，你过来。我跟你说，你先这样，然后……哈哈，观音壁，你说那小子是不是已经吓傻了？陛下也是，跟一个孩子置什么气啊？哼，谁让他欺负朕的女儿呢？还拿鞭子抽！但是也是高阳先动的手啊，总不能让虾仁站着让高阳打吧？陛下，监狱送来了一封信，说是魏南伯写的。哈哈哈，观音壁，你看朕说什么？那小子害怕了，都写信给朕求饶了。陛下觉得这是求饶信，那还能是什么？也罢，那就看看他能写什么吧。臣本死罪暴揍公主于后院，不料陛下格局炸天，竟容臣给虾家留个种。臣感激涕零，先父有诗一首，特此献于陛下。老爹刘健说忠良，到我手里成烧火棒。上次公主笑我菜，结果他先动手啊！他娘的，这混小子肯定是猜到了朕在吓唬他。我就说按虾仁的性子，应是不会求饶的。还用他爹的名义呈上来，这不摆明了是提醒朕他是虾家的独苗吗？朕宁愿相信魏征那田舍翁不骂朕，也不信他爹会写字。那陛下打算如何呢？罢了，他与高阳的婚期下个月就举行了，那混小子无舌，吩咐下去吧，明日便把那混小子放回去吧。是，陛下。还有一件事，据不良人来报，魏南伯的侍女出来以后，便四处拜访诸多国公大人。他去拜访国公做什么？据说是送礼，还给了陛下一份。这居然是盐，还如此洁白，一点苦味都没有。而且那个侍女还说，这东西他家里要多少有多少。快，给朕把虾仁召进宫来见朕，现在就去。罪臣虾仁参见陛下。哦，那你说说你何罪之有啊？臣不知。既不知罪，那哪来的罪臣呢？启禀陛下，臣要参大理寺卿一本。臣本在家中潜心读书，不问世事，大理寺的人却闯入臣家中，不分青红皂白，便把臣抓进了大理寺狱。放屁！你还喊上冤枉了？高阳长这么大了，我都没打过他，你竟还拿鞭子抽！打不敬罪，忤逆罪，还冒犯皇家威严，朕都能诛你9族。陛下，臣9族也包含您。那朕就以你3族。陛下，臣只有7系2族了。卧槽，完大了！臣惭愧，幼时多蒙皇后娘娘恩典，年节赐礼，寒冬赠衣。家母过世后，娘娘还特意为臣请了名师，可臣愚钝，这些年无颜面见娘娘。今日若非陛下召见，臣怕是连立正殿的门槛都不敢迈。听见这话的长孙皇后深有感触，又想起虾仁自小便是一人，各方面的教导都有所缺失，性子顽劣些也实属正常。陛下何故与一个孩子置气呢？再说了，他还是咱们的女婿，又是在臣妾的立正殿，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事坐下说吧。过来坐吧，来尝尝你程伯伯给朕的茶。特么的，这不是程咬金从我家强行借走的家具吗？你愣着干什么？难道还要朕去请你吗？哈哈，怎么样，小子，朕的这套桌椅坐得舒服吧？你也别跟个没见过世面的一样。若是你喜欢这桌椅，回头等高阳出嫁的时候，我让你程伯伯给你打一套。这桌椅特么都是从我家抢走的，还用得着程咬金给我打？还我没见过世面。哈哈，尝尝这茶怎么样？
茶香清冽，回甘悠长，确实是难得的好茶。哈哈，你若喜欢这茶，只要跟朕乖乖认个错，朕不但把你从大理寺狱放出来，还分给你3两茶叶，如何？听陛下说，这茶叶是程伯伯送的，确实是知节送过来的，怎么了？陛下可知这茶叶程伯伯是从何处得来的？哼，管他程咬金从哪儿弄来的茶叶，给你喝还堵不住你的嘴。臣倒是知道这茶叶的来历。程伯伯这茶叶啊，是从臣家里抢的。陛下若是喜欢，臣回头给您送30斤，以后就不用省着喝了。那朕是不是还要谢谢你？对了，这套桌椅也是臣做的，等高阳出嫁，臣送您180套，省得您说臣小气。好了好了，你少说2句吧，把陛下气着了，对你有什么好处？臣遵旨，反正现在心情舒畅了。朕听说你家海产细盐，而且要多少有多少，只要有足够的人手，这种盐确实要多少有多少。盐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大唐好的制盐之法大多掌握在世家门阀手中，几乎达到了垄断的地步。虾仁啊，朕没亏待过你吧？陛下确实没有亏待过我，所以这制盐之法，我本就是打算交给陛下的。但是，可是有什么顾虑？你尽管说，朕无有不允。陛下，我想退婚，我觉得我和公主八字相冲。那不行，而且朕已经找太史令给你们算过八字了，明明是天作之合，又怎会八字犯冲呢？陛下，您说这话，您自己信吗？据不良人密报，虾仁和高阳公主一见面就掐架，连侍女们都打成一团，这哪是什么天作之合，分明是冤家路窄。虾仁啊，朕都已经下旨了，长安城内人尽皆知，要是现在退婚，天下人怎么看待朕，又怎么看待高阳呢？李世民说的他怎么会不懂？在这个封建王朝时代，天子都已经下旨昭告天下，是真没有收回的道理。虾仁啊，本宫知是高阳有错在先，让你受了委屈，等回头我会好好教训他，不会让他那么骄纵，你看如何？那好吧，既如此，就请陛下赏我1块免死金牌吧。我倒不怕陛下砍我脑袋，我怕这暴脾气一上来就……这玩意儿好歹能堵住言官的嘴，省得他们整天念叨我大不敬。陛下，咱们还是说回制盐的事吧。制作嘛，其实很简单，渭南县中就有一座极大的盐矿，而且那种盐矿其他地方也同样存在。可是我记得渭南县中那处盐矿不是毒盐矿吗？没错，但用我的方法就能变成上等细盐。此话当真？千真万确，只要人手够，要多少有多少。哈哈哈，这法子你真愿意给朕？可以是可以，但我有个条件。哈哈，除了高阳的事，朕无有不允。请陛下制盐成功后，把盐价降下去，百姓已经够苦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公主，公主，又出什么事了？慌什么？公主，渭南伯从大理寺狱出来了，听说是陛下下旨召见，现在正在立正殿呢。不行，我现在就要去找父皇母后，怎么能现在就将他放出来呢？虽然就要了块免死金牌，但是拉近了我与李二的关系，还让他欠我一份情，最后还给了他一个心忧百姓的印象。这波血赚，也不知道平康坊的姑娘们想我了没有。渭南伯啊，您下月就要跟高阳公主完婚了，您还是少去那种风月场所吧。你咋的，还没被打够啊？上次那是本公主让着你的，有本事再来。公主，冷静，要冷静啊！渭南伯是你未婚夫啊。伯爷，千万别动怒啊，那是您未过门的妻子，相伴一生的人啊。呸！就他那饱经风霜的脸，美的不突出，丑的倒是挺踏马别致，一天天的就知道用脸来吓唬人，全身上下屁股不是屁股，腰不是腰的，不看脑袋方向，我都分不清你正反面。你长得好看，人模狗样的小白脸，本公主没腰吗？本公主没屁股吗？信不信本公主一个转身就能把你拍墙上？还拍墙上？就你那我做门板都嫌硬。放开我！今天非把他那张破嘴缝上不可！你怎么敢这么对我？我父皇一定会杀了你的！看到了吗？这是陛下刚赏给我的免死金牌，就是为了让我教训你的。让你嚣张，怎么不说话了？哼，你有本事用力啊！你没吃饭吗？还叫吗？怎么不叫了？
哈哈哈！有了这个，朕就能打破世家对盐的垄断，天下百姓就都能吃得上干净便宜的盐了。观音壁怎么了？陛下，臣妾是在想虾仁写的诗：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陛下，虾仁这一语道尽了天下百姓现状啊！李世民又何尝不知道？不过他作为天子，也有他自己的难处啊。不过我相信，有了虾仁这制盐之法后，百姓们的日子肯定能越过越好的。而且虾仁是一个好孩子啊，二郎何不召他入朝为官？他与高阳也马上要完婚了，总不能一直无所事事吧？观音壁说的在理，不过虾仁与高阳现在还有些矛盾，等回头你找高阳好好聊聊。陛下出大战啦！陛下！咋没声了？你怎么不打了？你，公主你没事吧？我，朕听说你和虾仁又打起来了。没有，儿臣与虾仁相谈甚欢。相谈甚欢，什么时候？这么不对吧？陛下老母假传消息，老母罪该万死啊！太监欲哭无泪，一边是皇帝女儿，一边是皇帝女婿，更是刚献出造福万民的制盐法，他只能含泪背下这黑锅。你跟高阳又打起来了？高阳乃是臣的未婚妻，臣爱护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打他呢？你是不是觉得朕很好糊弄？打哪里了？用什么打的？朕又不是要问你的罪，你把这个给朕干嘛？臣就是用这个打的。好你个虾仁！朕刚把这免死金牌给你，你反手就用这金牌抽朕的女儿。要是给你一把尚方宝剑，你不得把朕砍了？那不能，臣是忠臣，断然做不出这种事的。李世民气得肝疼，上次在伯府打架还能压住消息，这回在皇宫闹得人尽皆知，皇家脸面都要被这两个活宝丢光了。陛下，可不是我先动的手，他都骑我身上了，我总不能躺着让他打吧？您要实在气不过，我把凶器还给您还不行吗？父皇，是儿臣先动的手，您别怪虾仁了，我俩既已定亲，便是一家人了。罚了他，儿臣虽一时解气，可往后日子还长，闹僵了，只怕会更丢人，而且还有损皇家颜面。对，我只是不想闹出笑话，丢了父皇的颜面，愧对母后的教导，才会帮虾仁说话。陛下，公主殿下突然变危，已经昏迷过去了，请陛下和娘娘快去看看吧。二郎，都怪臣妾，都是臣妾的错啊！长孙皇后虽不知何为遗传，但她认定是自己身患气疾，才连累了大女儿与小四子。观音壁，这怎么能怪你呢？太史令曾经说过，小四子命里有3劫，若是能渡过去，则鸿福齐天，余生幸福安康。对，陛下说的对。既然太史令能说出四子命里有3劫，那肯定会有破解之法。快去给朕召太史令进宫。是陛下。王太医，朕命令你一定要救治好小四子，如若不然，朕拿你是问。臣一定尽力。犹豫了片刻，王太医实在没办法，最后便决定先唤醒公主，再配合药物治疗。那老头，你往哪扎呢？回这位公子，保修想唤醒公主，然后再辅以药物治疗。药物，你就知道药物？都知道公主乃是气急，你现在唤醒她，万一再度病发，你救得回来吗？我看你就是怕死，只想着寻求安稳的治疗手段。本官乃是太医令，公子是在质疑我的医术啊！虾仁前世自小便展现出了医学方面的天赋，年纪轻轻便已在医学领域占据了很高的地位。陛下可信我？你是朕的女婿，朕怎么会不信你？看着虾仁熟练的扎针手法，王太医意识到眼前之人是有真本事的，而且还不简单。陛下，我还需要一些消食，1盆清水，2张手帕。听到了吗？你们还不快去准备？公子，我看你刚才下针的位置是想退烧，可是消食不是治疗臃肿疮毒的吗？晋阳公主烧得太厉害，想要短时间退烧，针灸是不够的，必须要配合物理降温。仙术居然能以水成冰。虾仁，你懂仙术，一定可以救回小四子，对吗？陛下，娘娘，这不是仙术，这只是……反正你们也能做到。你们把这冰块用手帕包着，放在公主头上，先降温。
陛下能不能命人去我家把我的药箱取过来？毒蛇，去命李君仙即刻赶往渭南伯府取虾仁的药箱。虾仁，小四子真的会没事吗？放心吧，娘娘，只要晋阳公主稍退下来就没事了。只是此次晋阳公主突然病倒，气急只是一部分原因，更多是因为身体太过孱弱，气血严重亏空。不知平时公主的膳食都是谁负责呢？怎么会导致气血亏空成这样呢？回陛下，娘娘，小殿下膳食都是按太医方子备制的，而且奴婢每餐必先试尝，断无差池。臣才接任这太医令没几天呢，而且臣也看过那方子，应当是没问题的呀。你是小公主的贴身侍女吧？能不能麻烦你给我准备一份公主平常吃的膳食？按照虾仁说的去做吧。是。可恶的虾仁，对一个侍女都这般客气，对我居然如此无礼。公主啊，您头回见面就踹门骂人纨绔，还当众扇耳光，人家能给您好脸色就怪了。臣李淳风拜见陛下，拜见皇后娘娘。老头，你瞅啥？这个我熟。奇怪了，我看你这命格竟一片空白，你该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那老头，你看我像神还是像仙的？哼，我看你长得像欠抽的。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这个给你，一边玩去。我才不稀罕这破牌子。太师令，虾仁真的是小四子的应节之人吗？李淳风早在四子出生时便算出其活不过12岁，但却说会有贵人相助，只是当时算不出这人的任何信息。回陛下，天机不可泄露。不过以后若是有关于小公主的事，您都可以听听虾仁的意见。这番话李淳风说的极为自信，他不是相信虾仁，而是相信自己的本事。只要他出手，要么算不出来，倘若算出来了，就绝没有出错的可能。可是你不是说虾仁和高阳乃是天作之合吗？为何这两人一见面就在掐架？可陛下，您想过没有？要不是他俩打架，您哪来的治言秘方？要不是这场架，虾仁又怎会撞见病危的公主？玄之一字，玄之又玄啊！陛下，娘娘，四子平时都只吃这些菜叶子吗？有什么问题吗？我平日也吃这些，而且小四子患的是气急，本就是要静荤腥，多吃清淡的食物啊。可是娘娘，您有没有想过，公主才多大？这些食物连点油水都没有，这根本就不是在治病，而是杀人。若这么下去，公主根本活不过12岁。来人啊！命李君仙带人抓捕所有参与治疗四子的太医，株连9族。二郎，我恨啊！虾仁，快给朕的观音币看看！娘娘，您现在可不能倒下，您还没看到晋阳公主好转呢。对，我要亲眼看到小四子好起来，我不能倒下。说完后，长孙皇后便顺了气，慢慢恢复了过来。这病还能这么治？一句话就恢复了，还说你不会仙术？仙个蛋，你还是担心一下你自己吧。我怎么觉得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呢？我是前2天才刚上任的，今天第一次参与小公主的治疗，以前的事与我无关了。陛下娘娘，公主殿下醒了。四子，为娘的小四子，你还疼不疼啊？娘，我没事的，不疼呢。哇，这个大脑袋的蝈蝈是谁啊？他是你高阳姐姐未来的夫君，四子要称姐夫呢。姐夫？对啊，他还能帮你看病，你可要好好听话。别怕，我给你治病跟其他人不同，不会让你感到难受的。真的？对哦，你乖乖的哦，把这个药喝了，喝完好好睡一觉就不难受了。而且我这药不苦的哦。好的，琪琪知道了，琪琪会乖乖的。陛下，小公主的身子骨太弱，估计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养好。以前的药就别给小公主吃了，以后我会专门给小公主配药的。虾仁，你说的药就是你那个瓷瓶中的东西吗？没错，我听说皇后娘娘同样患有气急，您不妨试试我这种药，说不定会有奇效。每日3次，1次3滴即可。本宫的事以后再说，小四子现在是什么情况？娘娘，小公主的病应当是没大碍了。
但是气血亏空的非常严重。若陛下和娘娘相信我的话，就把小公主交给我，由我亲自照料。不行，小四子几乎是他的心头肉，平时有空就会来陪他。但他一想到李淳风的话和四子发病的模样，后面的话却是说不出来了。虾仁，非要如此吗？在大唐期间，基本上所有食物都是一通炖，连茶都是加一堆奇奇怪怪的东西煮，哪怕是皇宫的上士局都不例外。这样做出来的食物好不好吃先不论，但肯定是多油，不太适合小四子吃的。娘娘，这是最好的选择了。若您不是皇后，我都想让您去我那里养病了。不行，这绝对不行。小四子你可以带走，观音壁绝对不行。国人的性格都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间屋子太暗，想要把窗户打开，大家肯定不允许。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那他们就愿意调和，愿意开窗了。陛下放心，伯府就在长安，距离皇宫不过3刻钟路程。小四子即便想你们，随时可以回宫探望。陛下和娘娘得闲时，也能前往我那里看看小四子不是？父皇，女儿觉得虾仁说的有道理，他医术高明，肯定能照顾好小四子的。而且父皇忙的时候，女儿可以常去虾仁府里代为探望。好吧，不过虾仁，你此番又是献出制言法，而且还又救了小四子。不管你有任何需求，你尽管说，朕无有不允。看着虾仁兴奋的模样，大家都来了兴趣，就连高阳也好奇起来，究竟是什么东西能这么吸引虾仁？陛下，臣想再要1块免死金牌。不行，你别以为朕不知道你拿金牌想干嘛。陛下若不给金牌，那臣只能效仿孔家那孩子了。孔家孩子？没错，就那个天天劝父母和离的孔融啊。陛下，您不知道孔融让梨的故事吗？微臣觉得臣与高阳的婚事……你真把朕当傻子哄吗？还孔融让梨，信不信朕让人给你家来个凿壁偷光，让你家连块床板都找不着？哼，滚吧，朕待会儿就让人把免死金牌送你家去。臣谢过陛下，那臣告退了。滚滚滚！陛下，虾公子这么怕死的吗？哼，怕个屁！他要免死金牌，就是为了打朕的高阳。虾公子行事还真是不拘一格哈。父皇，您都知道虾仁要那免死金牌是为了打儿臣的，那您为何还要给他？这他不是救治四子有功吗？再说了，你方才不也没有阻止他吗？那儿臣先告退了。朕着实没想到，虾仁居然真的能制住高阳，果然还是一物降一物啊！陛下和娘娘不必担忧，虾仁和高阳公主闹出来的一定是坏事吗？说不定在看似荒唐又令人无奈的事情中，还暗藏意想不到的机缘呢。微臣还有一事相求，陛下下次前往虾仁公子府邸的时候，能不能带上微臣？就这事，你自打来到这宫中以后，所求甚少，也不曾接触外人，竟会对虾仁如此感兴趣。不瞒陛下，微臣从未如此看不清一个人，就好像他不属于这世间，而且与虾仁相近的人，命运都发生了改变。此前娘娘的命格乃花残叶落之下，可接下那瓶药以后，竟变成了主母仪天下，福寿绵长。那太史令可能看出这是什么药？微臣并不知晓，但是这药功德弥漫，比陛下新得的制言法仅稍低一些。少爷，你就告诉我吗？那药是什么？竟这么神奇？好，快别慌了，少爷晕球。这个药啊，叫做青霉素，反正你只需要知道它很厉害就行了。少爷真厉害。可是少爷，你这不是回家的路啊，我们是不是走错了？没走错，我们先不回家，先去一趟肃国公府拿东西。没想到贤侄今天就出来了哈，都怪程伯伯没有提早去接你，居然让贤侄自己走着回来。程伯伯对不住你啊！程伯伯到底是哪里对不起小侄？真的是像程伯伯说的那样，因为没有去接小侄吗？程伯伯，今天我去见陛下，陛下说有一贼人献计，让触墨兄带着青儿去狱中寻我，说是让小侄留后，以此来吓唬小侄。好歹都算是你伯伯，俺难道还会害你吗？先不说我信不信你的话，就算出主意的不是你，黑锅还不是一样要背在你身上，有什么区别吗？我先生说了，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吾没错，吾很好，吾该得。这件事错不在我，还被你坑了。
说吧，打算怎么补偿我？而且今日小侄还在陛下那里见到了家中的桌椅和茶，您说这奇不奇怪？小侄家中的东西何时传到宫里了？以后啊，可把东西得藏好了，不能让人抢了去，要不然啊，还不知道会传到哪里呢。随即程咬金便想到了虾仁家中那些奇怪的东西，又平静了下来。那你说吧，你要怎么办？听闻程伯伯家中有头牛因为思念成疾去世了，不瞒您说啊，小侄对爱情甚是向往，想请程伯伯把牛的尸体交给小侄，为他寻一风水宝地掩埋，不知程伯伯可否答应呢？只剩一半了，多了没有？一半也行，那就麻烦程伯伯现在派人送到小侄府上吧。少爷，您真厉害，每次程伯伯都拿您没办法，气得脸红脖子粗的。你真以为肃国公拿我没办法啊？我这位程伯伯可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程咬金作为凌烟阁24功臣之一，历经3位皇帝活到寿终正寝，一位长期混迹官场、历经数代皇帝的武将，若真是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早就死得不能再死了。终于回来了，以后咸鱼的生活离我一去不复返了。家兄，你咋来了？我这不是刚知道你被放出来，这不想来看看你有没有受委屈吗？这才是真兄弟啊！刚出来就在关心我。家兄，我跟你说，昨儿平康坊新来了批姑娘，那模样，那身材，可惜我月钱早就花光了，老头又不给我钱，让我白白惦记了一晚上。正好你出来了，赶紧带上钱，咱们一起去吧。可我已经带你去过青楼了啊！你还得再带我去啊！我再带你去，我皇帝女婿干不干了？青儿要是知道每次去平康坊都是你的主意，你居然敢威胁我！高阳要是知道每次都是你请客，行，这次我带你去。那我要点10个。Are you crazy？ 你甚至连太子多。我们商量一下啦。阿娘，我们要去姐夫家里吗？对哦，以后啊，就是你姐夫帮你治病了。好呀，好呀。看着四子那满脸开心的样子，长孙皇后此刻只希望四子以后能少受些苦。阿娘，我们真的要这样做吗？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只是虾仁是救四子的唯一希望，高阳也要嫁过去了，若你不舍，常去看望便是。可儿臣听说虾仁脾气十分不好，一言不合就打人。你听高阳说的吧？哼，本来就是嘛，他不仅脾气不好，还是个登徒子。这些都是虾仁写的，你看看吧。李立志接过信便看了起来，只一眼便无法移开。辛，百姓苦，亡，百姓苦。自小便生活在宫中的他，自然是难以理解其中的含义。但是这诗却一语道尽了百姓的现状。虾仁，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高阳口中的十恶不赦，阿娘口中的胸怀大才，真的是很让人感到好奇呢。恭迎陛下来臣府上做客，真是令人感到蓬荜生辉啊！行了，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朕的儿子李泰。微臣拜见越王殿下。这是太子李承乾，朕记得你们应该见过。不仅见过，我们还一起喝过花酒。姐夫，微臣见过皇后娘娘和2位公主。哦，我呢？虾仁，你什么意思？本宫这么大的人，你看不到吗？那么大扇门你没看到吗？咋地？非要我请？你上次不也自己踹门进去了？陛下娘娘，我们也别站着了，先进去吧。哼，臭虾仁，不待见本公主，本公主偏要进去，气死你！这是何物？这叫火锅，是臣研究的新吃法，陛下尝尝就知道了。这是啥呀？这也太好吃了啊！娘娘，您和2位公主就吃这个锅吧，比较清淡一些。自确诊气疾以来，母女3人便以清淡饮食为主，已经很少吃肉了。阿娘，吃柚柚，气急要吃柚柚。这一顿饭，李世民一家吃得极为高兴。夏兄，有这好酒，平时也不见你拿出来给兄弟们尝尝。这酒太容易喝醉了，咱们要是喝醉，那不是耽误看姑娘吗？这特么怎么听着不对劲呢？夏兄说的在理，不过啊，你好歹是个太子，身边又有美若天仙的太子妃，怎么老跑出来跟我们去看姑娘呢？听到这话的李世民也好奇了起来，压住了即将爆发的怒火。我这太子当的，还不如个闲散王爷。卿却被错书得少，我被权了，只得居上客。他作首诗或琉璃盏，我安置栽米，却只得巨当魔力。
我拼命做好太子该做的一切，可阿爷眼里永远只有清缺。现在连大臣们都觉得阿爷想换太子了。程前兄，不用担心，我会帮你的。可虾兄，你不是说看不惯官场上那些尸位素餐的臭虫吗？跟我赚钱，这火锅美酒赚的钱够买空波斯赈灾，砸钱叛徒，砸钱，有足够的银子砸下去，狗都得跪着喊主子。虾兄，你说笑啊？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心血，我才好意思插手呢。什么话，刀哥们，你不是要作诗吗？我出手便只需要一首诗，就可让他自愧不如。青儿，取纸笔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在场之人都饱读诗书，无人不为这几句诗词感到震惊。李太子、陈青儿，将进酒，杯莫停。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怎么样，程前兄，这诗便是你的了，拿去与那位王比比看。陛下恕罪，少爷他酒后失仪，绝非有意。而也，朕允你休沐3日，带着太子妃出去走走吧。程前，好好歇3日，莫多想，万事都有阿娘在，而且你阿爷从未想过换太子。阿娘，虾仁之才在这一夜尽显。李世民终于看穿，那放浪形骸下是赤子之心与绝世之才。高阳正然，他曾轻视的纨绔，此刻是旁人终生难及的狂傲与才华。哼，虾仁，本公主倒要看看你究竟还藏着多少东西。虾仁穿越大唐，成了高阳公主的未婚夫，却又在和长乐公主谈合作时，一句诗打开了他的心房，使2个公主为他魂牵梦萦。那酒楼合作的事，全凭魏南伯做主，我还有点急事，就先告辞了。公主殿下，您走这么急吗？不是说来看小四子的吗？这还一句话都没说呢。就是，还结坏坏的，都不和西吉说话了。我看着李丽质那美丽的脸庞上染上丝丝红晕，虾仁不禁愣住了。秀色眼金骨，荷花羞玉颜呐！你。看着李丽质就这么羞红了脸跑出去，虾仁怕被有心人看到，还以为虾仁把李世民最宠爱的公主怎么样了呢？程前兄，你刚刚可看到了啊？我可没对他做什么啊！你那诗句，任谁听了不脸红？长乐都算克制的，若换做风月女子，早把你生吞了。放心吧，虾兄，我们都在呢，能证明你没把长乐怎么样。这件事你们可千万不能让高阳知道啊，不然他又得来闹了。虾哥，我们来晚了，刚才发生了啥？我看长乐公主咋一脸娇羞的跑走了？大人的事情，小孩子不要多管。虾哥，昨日出没那小子告诉俺，说你要带俺们赚钱，这话不假吧？对呀，你就直接说要投多少，我马上回家找我那不懂事的爹拿钱。俺也一样。长乐酒楼合作的事谈得如何？长乐，父皇，儿臣以一座酒楼加1000贯钱入股，虾仁分我40%利。不愧是朕的女儿。他有猜出是朕派你去的吗？应该猜到了。临走的时候，他问儿臣为何不和小四子说句话就走。这孩子小时候挺机灵的，怎么越大越憨了？儿臣拜见父皇母后。朕不是给了3天休沐吗？你咋搞成这样了？儿臣遇到了一个问题，想了2天，实在百思不得其解，所以想来请教父皇。哦，什么问题？说来让朕听听。是这样的，儿臣在虾仁家中吃到毫无腥味的猪肉，并且见到了虾仁独特的养猪之法。接着，李承前将养猪之法的事情说了出来。那猪真能长到300多斤，吃起来还没腥味。是的，但儿臣想把养猪之法推广出去时，虾仁却说百姓毫无抗风险能力，儿臣不明白这是何意。那虾仁没告诉你答案吗？虾仁说，为君者当以自省为先，若于事便问策于臣，长此以往，君将不君，臣将不臣。哈哈，虾仁这小子当真不错啊。那你是否去确认过虾仁的养猪之法是否为真？儿臣去瞧过一眼，那猪除了吃就是睡，长得膘肥体壮。哈哈，好，虾仁啊，虾仁，你到底还藏着多少本事啊？二郎，虾仁大才啊，待他和高阳完婚，便召他入朝为官吧。对，程前啊，
以后遇到什么问题，可以与虾仁一起先商讨商讨。儿臣明白，但儿臣已经因为这个问题2天没睡好了，所以能否请父皇先帮儿臣解惑？你且先回去，再好好想想，我明日再告诉你答案。虾仁啊，你那养猪之法，朕已知晓，但你所说的抗风险能力是什么意思？自隋末动乱以来，太上皇虽为救乱而起兵，然百姓苦战久矣，直至今日早如风中残烛，半点危机便是灭顶之灾。那我们鼓励百姓养猪，并且官府在收购猪肉，百姓们的日子不就可以好过些了吗？天真，魏大人以为公布养猪之法，百姓真能受益，届时勋贵等定会垄断猪宰，哄抬肉价，百姓连猪毛都摸不着。哼，这只不过是你的猜测，谁都不知道会怎么样。你一个黄口小儿，怎敢妄断国家大事？可就是我这个黄口小儿，既能让猪肥过突厥羊，又能把毒盐矿变血白糖。我看着往日把自己对得哑口无言的魏征，此时被自己的女婿几句话呛得无法反驳，李世民止不住的得意。魏南伯关于制养猪之法，防某愚钝，还望指点，何时才能真正推行制养猪之法呢？梁国公言重了，我们只需秘密养猪，等猪肉价格彻底稳定在一个较低的层次，无法向上攀升时，就可以推广出去了。魏南伯此计甚妙，房某服了。几人又交流了许多平日里难以解决的问题，发现虾仁总是能以奇怪的角度提出解决方案。阿姐，秀色演古今，荷花羞玉颜。你什么时候来的？阿姐思春了，很不错的美人诗呢。是谁为你写的呢？听说你前2天从虾仁家夺门而逃，不会是虾仁给你写的吧？真是虾仁写的。臭虾仁，你给本公主等着。又踹我家门，还来要说法，下次还敢不敢这么横了？踹你家门怎么了？30年河东，30年。咋地？莫欺少女穷，莫欺少妇穷，莫欺老妪穷，死者为大。管你咋样，今天你算是落在我手里了。听着虾仁的一顿顿数落，高阳心里越来越委屈。明明我才是你的未婚妻，你却给长乐写了美人诗，我也就踹了你家的门而已，我只是想要个说法。虾仁听着高阳的话，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戴着有色眼镜看他，前世记忆让他对这门婚事充满抵触。可眼前的高阳，既然躲不掉，不如主动拿下。难道我这个天才医学生还比不上一个和尚？宝，我刚刚下手有点重，我给你揉揉好不好？你发什么疯？宝，我想我们应该谈谈，你已经注定是我的妻子了，我们也应该和睦相处才对。高阳哪里听过这亲昵的称呼，尤其还是从虾仁嘴里说出来。那你给长乐写美人诗，我想听你的解释。你不给就算了，你还打我。我虾仁对天起誓，我绝对没有对长乐做什么。那你知不知道，长乐捧着你写的诗，在屋子里发呆，连我进去他都没发现。这里励志有毛病吧？不就夸他一句吗？怎么还在屋子里躲着看呢？而且还被高阳进屋发现了。怎么了？没话说了吗？我那天真的只是有感而发，没有任何其他意思。当时还有太子和太子妃在场呢，我跟长乐公主真没什么。那你以后打我不许这么用力了。那我有劲肯定得往你身上使了。那作为补偿，我也给你写一句诗。真的？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原来在他眼中，我竟是这般吗？不知公主殿下满意否？平时也不见你说话这么好听。你知道的，我这个人不会说好话，我只会对你好。那你以后不能再去那种风月场所。好。还有，你以后也不能给别人写诗，只能给我写。好，还有吗？当然有了，你以后要对我好，打我的时候轻一点，不能骂我。你以后在下人面前要顾及我的面子。我是不是太给你脸了？咋没声了？他们是不是和解了？错了没？还犟嘴吗？虾仁发现高阳属于那种打一棒子喂个甜枣的人，但要是真降住了，他也能为你痴狂。卡死机了吗？那我来帮你一把吧。少爷，公主啊。悠悠啊。
你的手自动巡航忘关了。少爷，公主不是来找你麻烦的吗？怎么这就走了？因为我满足了她的小癖好呗。陛下大事不好了，蔡国公病重，只剩2天了。快，给朕1000块马来！克明，你要是走了，叫朕该怎么办啊？失去你如同断朕一臂啊！陛下无需伤怀，臣这一生已无憾，委探不能亲眼见证您开创的盛世。告诉朕如何才能救回克明？只要这世间有的，朕统统给你找过来。陛下，蔡国公患的是常用，且已然病入膏肓，要是难一样，那你便给克明陪葬吧。来人，给我把他拖下去，立刻斩首。陛下，虽然臣没办法救蔡国公，可臣知道一人，说不定他能救蔡国公啊！陛下，谁？魏南伯，侠人，他会仙术。谢你娘！上次看见虾仁挥手成兵后，自己也跑去试了一下，发现确实如虾仁所说，普通人也能用消石让水结冰。陛下，魏南伯哪怕不会仙术，却肯定会医术，且医术非常高明。来人啊，速去魏南伯府，把魏南伯叫过来。陛下，不必为老臣费心了，太医令都没办法的事，除非魏南伯真会仙术。李世民也知道，但他仍抱有一丝希望。为了分散杜如晦的注意力，李世民讲了虾仁这段时间所做的事情。陛下，那魏南伯当有惊世大才，臣恳请陛下，在臣死后让魏南伯接替臣的位置。克明莫要再说这般丧气话，虾仁医术高明，定能救治于你。可是陛下，再说虾仁还年轻，让他接下如此重担，朕实在不放心。还是克明你自己继续担任吧。听见这番话，杜如晦哪里还不明白，李世民根本就没放弃救他的想法。虽然他不知道李世民从哪里来的信心，但也没说什么话。放心吧，虾仁那小子肯定有办法的。朕还想与你一起见证我大唐走向辉煌的时刻呢。微臣拜见陛下。陛下，待会一起入内，把窦伯伯4肢按死了，防止窦伯伯乱动，然后我给他开膛破肚。这怎么听起来和杀猪一样？这都啥时候了，还在意这些呢？全部听从虾仁安排。阿爷不要我了，阿翁就是被白衣人带走的。这衣服是做手术用的，白衣是防止沾染污垢的。那这套嘴上的是什么玩意？这是口罩，是防止大家口水乱喷，万一滴到伤口里面，杜伯伯就一命呜呼了。都听见没有？把口罩戴好进去后都不许废话。按住他，拿块毛巾堵住他的嘴。只见虾仁拿着一把刀就给杜如晦的肚子划开了。众人虽都见过战场上的拼杀，但是见到这一幕后无不感到胆寒。杀了我，求求你给我个痛快吧！阿爷，我要阿爷。老爷啊，你走了，我们娘仨可怎么办啊？夫人，你冷静一点，您要相信虾仁，他一定能救回蔡国公的。阿爷，老爷，杜伯伯，您要挺住啊！您的亲人们在等你，大唐的未来还需要您。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给我把布条塞回来，我要活下去，我不能死。怎么样了，老爷他？神迹啊！居然有人能开膛破肚后还能治病，仙术啊，仙术啊！别以为我不知道，那什么狗屁仙术就是你传出去的。以后你要是在外面瞎咧咧，我锤死你！魏南伯今后若有事，尽管吩咐。夫人您言重了，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虾仁，你刚刚从克明身下切的是什么东西？那个就是常痈发作的主要原因，就像人的指甲一样，切了后就不会再得常痈，而且不会有后遗症。那虾仁，你真的会仙术吗？陛下误会了，我真不会什么仙术，我只是一个跟你们一样的普通人而已。那观音壁和长乐还有小四子的病，真的无法根治吗？陛下，气急这种病跟其他病不同，基本无法根治，但是可以控制，就算病发也不会危及生命。四子还小，让他住到你那里没关系，可长乐已经到了婚嫁之龄，怎么能住到你家去调养？还有观音婢身为皇后，更不能住到你家去啊！陛下，我自然明白长乐公主和皇后娘娘不能住到我家，但是我可以为他们准备膳食，以后只需陛下派人来我家取就行。哈哈，你尽力就好，朕相信你。陛下您看，我今天算不算是立了大功？陛下你看，要不赏我点啥？哈哈，当然了，你尽管说，朕无有不允。陛下，那臣想要块免死金牌。
你难道以为朕不知道昨天的事吗？还怕死？滚，给朕滚！不给就不给嘛，凶什么凶？阿兄飞来啦！少爷，不要叫我少爷，要叫阿兄。不行的，少爷救了清月的命，还给清月取了名字，花钱请先生教导清月读书识字。清月以后要给少爷做侍女，伺候少爷一辈子，来报答恩情。阿兄之所以请先生来教导你读书，是希望你能明事理、懂道理，以后做自己想做、喜欢做的事，明白吗？少爷，清月就想做您的侍女呀！好你个小清月，居然想抢你青儿姐姐的饭碗，等你长大了，我岂不是没事干了？哼，阿娘说过了，青儿姐姐不争气，到现在还没在少爷的房间里留过宿，没尽过侍女的职责。等清月长大了，青儿姐姐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清月，好，别说了。清月啊，你还小，很多事情你不懂，你不能什么都听你娘的。可是你听我的还是听你娘的？我听少爷的。这就对了，以后要喊我阿兄，知道了吗？还有你只要做好你自己就行，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就行，知道了吗？知道了，阿哈兄。少爷，方才太子派人来说，酒楼已经按照您的要求装饰好，明天就能开业。我们要准备一些开业要的东西吗？那让小顺子去准备吧。你带着培训出来的丫鬟，还有后厨人员去一趟酒楼，熟悉环境。还有让小顺子去酒楼，他暂时担任掌柜。啊，少爷，让小顺子去当掌柜，那咱们伯府怎么办？好了，就让小顺子去顶2天，就找人代替他的位置，不会让你辛苦很久的。我就知道少爷会心疼青儿的。四子，你为什么不说话呀？在想什么呢？从虾仁进门打了个招呼后，四子就一直看着清月和虾仁也不说话。第一次见这么安静的四子，虾仁还不习惯。阿兄，我在想，我要踢多少悠悠才能长大呀？那四子为什么突然想长大呀？踢长大啦，才可以给阿兄呢。好，你别说了，你以后不许跟小清月玩。明明清月就是这么说的。以后这种话不要听清月的了。等会儿阿兄带你去酒楼玩，有很多好吃的哦。真的？那谢姐要踢悠悠。虾仁穿越大唐，进城商业奇才，用300贯抽奖套路全城百姓，与程处墨打赌赢了1头牛，与长乐公主合伙，却对她骗身骗心。好，那我们就赌1头牛，我就不信你就这么送钱，这破酒楼还能盈利？哎，我跟你说，我儿子他同窗小姑的女儿的表哥的弟弟，刚刚在醉仙楼吃了一顿那什么火锅，然后参加那个抽奖，居然中了50贯钱呢。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我们还能骗你吗？人家直接给的现钱50贯，当场就掏出来给了。居然有这种好事，那我得赶紧去试试。对，咱们一起去。听我儿子他同窗小姑的女儿的表哥的弟弟说，醉仙楼的火锅简直是人间美味，好吃的不得了。就算中不了奖，咱们也得试试。咋样，服不服？我早就和你说了，你不听。你看你哪次赢过我？楚墨兄不会耍赖吧？什么话？你说的这叫什么话？我家什么都缺，就是不缺牛肉。伯爷，雅健已经准备好了。小顺子，没想到你还有当掌柜的天赋啊！不如你以后留在这里当掌柜算了。伯爷啊，您可不能不要晓得啊！我只想一辈子都做您的下人。这2兄妹怎么一个德行？妹妹只想给我当侍女，兄长只想给我当下人。小顺子，告诉他们，从酒楼开业到现在已经收多少钱了？回伯爷，小的估算了一下，约莫有700-800贯吧。多少？你说多少？想当初一样的位置和酒楼，他开业1整天才收入多少？李立志很清楚地记得那个数字，1423文钱。这才多少？就酒楼门口那个抽奖，1等奖都有300贯现钱，而且只要能喝完1坛酒，不醉倒下的人便能在酒楼免费吃喝1年。嘉哥，那不是白送钱吗？好几百贯钱呢，都够我们再开一座酒楼了。你脑子里一天除了女人和坑爹，能不能想点其他事？而且就那酒，你觉得有谁能喝完1坛还能站着的？那送的实在太多了，送个1贯2贯的行了呗，干嘛送那么多钱？咱们醉仙楼的玉露金樽售价1贯钱，你觉得我如果只送个1-2贯钱，会有人来吃饭喝酒吗？你酒卖1贯钱，你那酒是金子做的吗？对呀，1贯钱太多了吧？这跟墙有什么区别？当然有区别，墙哪有我这个来得快？你们真觉得1贯钱的酒很贵？在长安那群真正的有钱人眼里
你们家一起都凑不出人家一桌酒钱，不然的话，你们以为今天7、800贯从哪来的？可我们再穷也不至于像虾哥你说的那么可怜吧？就光那酒都卖了200多坛，现在你们还觉得多吗？公主，我们回去吧，别找魏南伯了好不好？算奴婢求您了。哼！今天早晨，本宫听父皇说，虾仁的酒楼开业了。长乐一早便去了魏南伯府，他们孤男寡女的，本宫当然要去看着点他们。唉，公主哎，可魏南伯酒楼不止长乐公主投钱啊，陛下不是说过肃国公长子他们都投过钱吗？他们肯定会去的呀，怎么能算孤男寡女呢？虾仁作为本宫的未婚夫，他的酒楼开业，本宫去瞧瞧有何不可？那说不定魏南伯很忙呢，要不奴婢带您去其他地方转转可好？本宫饿了，想吃饭行吗？可公主，您来的时候才用过膳啊。本宫知晓你在担心什么，不过你且放心，本宫自有分寸。我太难了，您有分寸？您和魏南伯就见了3次面，3次都被打了。有时候香兰真怀疑高阳公主是患上了脑疾，要不然怎么会明知道讨不到便宜，还上赶着凑过去呢？公主殿下，少爷他刚回家去了，您要找他的话……哦，可是虾仁府里的人说他在酒楼里，而且谁说我来找虾仁的？我饿了来吃火锅不行吗？可是表妹，原来是长孙表哥，不知表哥叫住我是有什么事情吗？我今日来，本打算来给虾兄的酒楼捧捧场，不曾想居然有幸遇到表妹，不如我们一同上去。好啊，那我们就一同去找虾仁吧。小顺子现在可以带路了吗？我爷啊，小的实在没办法了，您待会可悠着点吧。公主殿下，我爷和诸位国公长子与2位公主殿下都在里面了。之前说来给虾仁捧场，只不过是一句屁话，他真实的目的其实是听说李励志在这里，而且给酒楼投了钱，想跑过来捧捧场，让李励志对自己的好感多一点而已。虾仁，你在干什么？你进门之前不知道敲门吗？你作为公主的礼仪涵养呢？你怎么好意思说我的？上次在你家你是怎么答应我的你？我就无理了，你能拿我怎么样？再说了，你吃饱了吗？高阳公主的大名谁不晓得？不曾想却被虾仁一块免死金牌吓得硬生生改变了话语。哈哈，这火锅长得真像个火锅哈！既然来了，那就过来坐吧。好的，黄姐，能否请你稍微往旁边挪一下？妹妹想和我的未婚夫说说话。好，那你和魏南伯聊吧，我喂小四子吃饭。虾兄，听说你的酒楼今天开业，我特意来给你捧捧场，还望虾兄莫要嫌弃。怎么会呢？来者皆是客。哈哈，没想到长乐表妹居然也在啊，今日倒是热闹哈。表哥，我们许久没见了，你近来可好？我最近还好，跟往常一样在家读读书，偶尔出去参加一些诗会，与国子监的同窗交流心得，生活依旧。长孙冲的为人，在场之人都心知肚明。虾仁与程处莫脸色难看，平日他们若去青楼喝茶，就必会发现长孙冲的身影。倒是表妹，你似乎瘦了些，你也别怪表哥说你平时也要保养好身体，不然圣上、娘娘还有表哥都会担心你的。这般殷勤，他岂会不懂？可在李励志心中，那晚抱着酒坛醉吟绝句的身影，早已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痕迹。表哥，今天我们酒楼开业，几个合伙人坐在一起吃顿饭，商量一些事，望表哥莫要怪罪，励志便不招待了。这几句话出来，顿时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吃一顿饭而已，应该不打紧吧？而且是虾兄让我进来了。魏南伯请你进来是出于礼貌，现在我请你出去亦是如此。表哥，我记得你以前很懂礼的。那高阳表妹不也在吗？酒楼是本宫未婚夫开的，本宫为何不能留在这里？你看他们几个合伙人说本宫了吗？那什么？难不成你还想问小四子为什么也在这里吗？因为是只要吃悠悠呀。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长孙冲怎会不明白？只能向众人告辞离开了。黄姐，你可别听他说什么在家读书，他平常比虾仁他们还玩得花，平康房的常客就有他。你怎么知道的呢？哼，我叫人调查虾仁的时候顺便知道的呗。公主殿下说错了，长孙冲没撒谎，他平时真和国子监的同窗交流心的，诗会同样有参加，只不过他们不在国子监交流，在平康坊里交流罢了。
那诗会呢？公主殿下有所不知，平康坊的姑娘们最喜欢的便是诗，经常在平康坊举办诗会呢。长孙冲每次都会准时参加，从不缺席。众人听到这话都笑了起来，只有李丽质沉默了。想到自己未来会嫁给这样一个人，不禁生出了对高阳的羡慕之情。行了行了，吃饭都堵不住你们的嘴啊，赶紧吃吧你们，肉煮老了不好吃。有什么不好说的？你该不会心虚吧？有什么好心虚的？我做过的事我都承认，反倒是你明明骄纵脾气大，爱无理取闹，偏偏又死不承认。虾仁，你当真以为本宫怕你不成？而要试试我金牌是否坚硬吗？或者再费一番口舌，让你瞧瞧我那双不太听话的手。那上次本来就是你也有错。上次是皇宫那次吗？若不是你抱着那具尸瞎看，哪里会有上次的事发生？上次没什么事啊，只不过虾郎君给我写了一句诗而已。皇姐想听听吗？几人无不感到疑惑，刚才明明还在生气，转眼就变成了郎君。而李丽质则是只关注到了虾人又写了诗。高阳妹妹，魏南伯写了怎样一句诗给你？能念给我听听吗？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长乐不禁对比了虾人写给自己的美人诗，但是总体来说都是写给自己的稍胜半筹。皇姐，你觉得虾郎君写给我的诗怎么样？在高阳看来，虾人写给他的诗把其他美人比作尘土，其中自然也包括李丽质。魏南伯才高八斗，写给高阳妹妹的诗自然极妙。看着李丽质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以为自己的目的达到了，高阳心情顿时好了起来，却不知李丽质心里已经成了一团乱麻。为什么魏南伯写给高阳的诗不如写给我的呢？明明高阳才是他的未婚妻啊，那他为何这样呢？各种思绪从他脑海中划过，李丽质想起虾人对婚事的抗拒和对高阳的态度。难不成魏南伯喜欢的是我？心虚了吧？这下知道虾人中意的是谁了吧？看你往后还拿不拿着虾人写的诗，躲在房里出神。你们先回去吧，我带小四子在外面玩玩，等会还得去一趟蔡国公府呢。好啊，那虾郎君你先去忙吧，皇姐刚好和我一起回去吧。阿兄，我们去哪里玩呀？那四子听话嘛，听话阿兄就带你去玩。亲呀，西鸡可听饭啦。好，那你听话，咱不玩。阿兄要先去看一个生病的伯伯，你跟我一起去好不好呀？好呀，那我们先去给可怜的老伯伯治病吧。说吧，老头，你是谁？在蔡国公府门口等我做什么？贫道李淳风。你真是李淳风？你会算命？会一点点吧。早遇见你就好了，也好让你算算怎么才能退了我和高阳公主这门亲。现在倒好，我已经上了3垒，说啥都晚了。哦对，先前就是你和陛下说我跟高阳公主八字天合，乃天定姻缘的。魏南伯，咱们不如继续说说蔡国公的事吧。蔡国公好得很啊，按照现在的情况下去，他仅需月余便能好转。但魏南伯可知，原本蔡国公应在明日病逝，而现在他的命数变了。那不是好事吗？蔡国公作为一名好官，这样的命数，我觉得很适合他。但命数乃天定，绝非可以轻易改变。而现在蔡国公的命数却变了。魏南伯，你说这是因为什么？因为王太医医术高超。魏南伯莫要说笑了，王太医的医术大家心知肚明，他绝没有那个本事救治蔡国公，更别说改变命数了。那不更好吗？从此以后，朝堂之上杜断回归，陛下心中大事落地，天下百姓也多出一位为国为民的好官。哈哈，倒是贫道钻牛角尖了。杜伯伯真不用，律法明文规定不许宰牛，千万别因为我让那些言官抓住机会弹劾啊！既然牛不行，马总可以吧？我记得上次陛下赏赐过我一匹好马，你去宰了吃。杜伯伯，陛下赏赐的马怎么能宰杀呢？算了吧。既然马不行，那就驴吧，我家有驴。老爷，咱家就一头驴，还得留着拉磨呢。驴杀不了，骡子总行了吧？我家骡子挺肥的。你家动物真他妈多啊！蔡国公，我来时已与小四子用过膳，而且娘娘诞辰在即，需回去准备礼物，待您病愈，我再登门拜访。总算逃回来了，杜伯伯这热情劲儿，跟我上辈子去广西哥们家喝酒有一拼。对了，青儿，娘娘的贺礼没被咱忘了吧？放心吧，少爷，我一直盯着呢。不过想要达到您的要求，恐怕还需要几天时间才行。夏哥，我说话算话吧，你要的牛我给带来了。你这是被牛踢的。
本来听说我爹今天要带兵去你那渭南县，我想着这不瞌睡来了送枕头嘛。结果我偷牛的时候，好死不死正好撞他枪口上了。看来李二已经验证过了那制盐法了，这是要去秘密开采那座毒盐矿了。虾哥，话说渭南县不是你的封地吗？你知道我爹他们是去干嘛的吗？当然知道，这天底下就没有我不知道的事。你就吹吧，除非你能说出这次我爹他们去干嘛的。要不我们再赌一次？你还记得我上次让青儿给你家送的细盐吗？家兄，你把毒盐变细盐的方子献给陛下了。我说我爹今早怎么火急火燎往渭南跑，连瞅我的时候都是急吼吼的。关于细盐的事，虾仁一直隐藏得很好，只有最亲近的程咬金一家知道。虾仁常会送一些细盐给程咬金一家吃，他们也知道虾仁不想暴露细盐，故此从没在外面提起过。虾哥，酒楼今天收成咋样？早上去吃饭都有700-800贯钱了，现在少说也得1000了吧？就他这酒楼已经收了5000多贯钱了。5000贯，虾哥，你这真比抢来的快啊！也就今天挣得多了。为什么？因为其中大部分收入都是会员制带来的。什么是会员制？只要在酒楼内存100贯钱，便能成为酒楼的白银会员。以后来酒楼吃饭，不管花费多少，一律收95%的钱。白银会员开放存取酒、送菜上门、位置优先等服务。虾哥，我以后就跟着你混了。你有什么路子，一定要带带小弟啊！要投钱的话，你尽管说，我随时回家找我拿不懂事的爹拿钱。渭南伯，皇后娘娘突然昏倒，您赶紧带上药箱，跟老母进宫吧。恭喜陛下，娘娘这是有喜了。那为何观音碧会突然晕倒呢？没办法，娘娘肚中有了胎儿，所需营养颇多，但娘娘身体太弱，气血两虚。那观音碧的身体情况严重吗？要怎么才能解决？其实这不算什么太严重的事，以后只需注意休息，按时吃臣送来的膳食就好。哈哈，虾仁今天确实麻烦你了，你有什么需求尽管说，朕无有不允。那陛下，除了免死金牌以外，朕都可以答应你。陛下，关于娘娘的身体，臣还有一事要说。而娘娘已经为陛下诞下过6个子嗣，本就气血亏虚，等诞下腹中的皇子或公主后，以后可千万不能再继续生了，不然的话。先前朕只顾着高兴，竟忘了这已经是朕和观音碧的第7个孩子。朕知晓了，以后会多注意观音碧身体的。天色已晚，便让巫蛇送你回去吧。巫蛇公公，你先回去吧，我还有些事要与渭南伯商讨。这渭南伯身为男子，这里又位于后宫，老母恐怕不好退去。巫蛇公公，请放心，本宫会亲自把渭南伯送出皇宫，你不必担心。此事已与父皇和母后说过了，公公无需担心。公主殿下，现在可以说了吗？其实没什么事，有些问题想让渭南伯解答罢了。公主殿下，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吧，臣定当知无不言。我想问问渭南伯，你对和高阳的婚事怎么看？你喜欢他吗？你对和高阳的婚事怎么看呢？就这么草率的决定婚事，以后不会后悔吗？公主殿下，陛下已经下旨赐婚，你说我能怎么看？那，你喜欢高阳吗？现在说喜欢肯定太早了，毕竟我和高阳认识顶多才1周时间，见面不超过5次，其中有3次还在打架。那你认为高阳喜欢你吗？应该是没有吧，至少我没有感觉到。那到底什么才算喜欢呢？喜欢一个人，连风都带着他的气息，想靠近却又不敢靠近，光是想起他，心跳就背叛了自己。我喜欢上了虾仁吗？不，她是我的妹夫，高阳与她下月就要成婚了。他基本可以确定自己喜欢虾仁了，但是更多的却是慌乱。他作为一个皇室公主，根本没有权利去决定自己的婚事。公主殿下，要不你先回去，反正已经出了后宫，再走一段路就到承天门了。接下来的路我可以自己走。不，我送你吧。公主殿下怎么会对这些感兴趣？莫非公主殿下有喜欢的人了？渭南伯说笑了，深宫10年，除了父皇与皇兄，见得最多的便是太监和你了。难道要我承认喜欢你不成？这话可不能乱说，我一个浪荡子，文不成武不就的。公主殿下眼睛又不瞎，怎么会看上我呢？哼，我记得你方才说过，你现在对高阳并无男女之情，那你想好成亲之后怎么去和高阳相处吗？日久生情呗。若生不了情呢？那就是不够久嘛，日复一日的，总会培养出感情的。其实公主要是想问什么的话，直接说就好。没有，其实就是你和高阳婚事将近，父皇母后有意撮合我和表哥。
李励志尽量很轻松地说出这话，但是看着虾仁听到这件事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时，心中情绪翻涌，无比难受。可我并不想嫁给他。不嫁就对了，你确实不能嫁给他。为什么？怎么说呢？其实5服内的近亲是不能成婚的，否则会遭天谴。你要是不相信，大可以去调查一番，那些近亲结婚的基本上没有好下场。所以说我可以不用嫁给长孙表哥了。公主殿下，我建议你尽快在长安城内调查一番，然后将调查出来的结果告知陛下，说清楚近亲成婚的危害，尽快下令禁止。请魏南伯放心，我会尽快安排人去调查的。我怎么觉得你好像很高兴？因为我对长孙表哥并无男女之情，若非父皇和母后有意撮合，我根本不想嫁给他。而且你未娶，我未嫁。合着长孙冲是个舔狗啊！看来我误会了，李励志没有什么婚前焦虑症。魏南伯，我能不能再请问你一个问题？我有一个朋友，他喜欢上一位男子，可那位男子有喜欢的人了，我能不能请问你一下，他该怎么办？殿下，感情能培养，圣人言，只要锄头挥得好，没有墙角挖不倒。而且女子成婚乃终身大事，与其将就一生，不如争取所爱，不留遗憾。我朋友中意的那名男子很喜欢那名姑娘，怕是非他不娶。这样的话，能跟公主交友，至少是郡主或国公千金，这般身份岂能做小？不如成全自己，以您朋友的出身当正妻，易如反掌。等风风光光做了正事，朝夕相处间，谁还会在意个偏房？我已经懂了，多谢魏南伯为我解惑。公主殿下，其实我方才都是瞎说的，你就当添个乐子，千万别当真啊！不，我觉得魏南伯说的很有道理，我会把你的话转告我那位朋友，相信以后他会很幸福的。那你那个朋友喜欢的人不会是我吧？怎么会呢？先前你还在自污，说自己是一个混迹风月场所的纨绔子弟，怎么现在又这般自恋呢？公主殿下说笑了，我是一个混迹风月场所的纨绔子弟，但我自认为有几分容貌能够吸引一些女子青睐的。魏南伯不必试探，我可以明确告诉你，那人绝对不是你。真的？那你说大唐人不骗大唐人？大唐人不骗大唐人。曾经教我医术的老先生告诉我，这人呐，千万别撒谎，不然的话会生痔疮的呢。我从小受到母后严厉教导，不会撒谎。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比我都大1个月，你在我面前自称孩子，合适吗？那咋了？我本来就是个200多个月大的孩子啊。天色已晚，那我便送到这里了。等我朋友成亲，一定邀请魏南伯来喝喜酒。听见这话，虾仁松了一口气。他认为李励志说邀请他喝喜酒了，那应该是自己之前想多了。那我便告辞了。看着虾仁的离开后，李励志不禁想到了虾仁刚才那憨傻的模样。公主怎么了？千金之躯又怎么了？难道没人告诉过你，不能相信漂亮女子说的话吗？交杯酒，也是喜酒。公主殿下，奴婢刚才听下人们说，今天长乐公主独自送魏南伯出宫，并且在路上聊了很久。虾仁，听说你有了羔羊还不满足，竟然还想把长乐也娶走，要不要朕以后的公主都先和你定个亲啊？那父皇，你觉得我娶几个合适呢？还娶几个？朕马上让你去后宫照顾他们的起居。还好只是个梦。阿姨，女儿不能嫁入长孙家。这是为何？难不成皇姐有心上人了？能否说给妹妹听听呢？姐姐中意谁？难道妹妹不知道吗？哼，那我劝姐姐放弃吧。我和虾仁的婚事已经下旨昭告天下了，你是没机会的。说不定呢，只要锄头挥得好，没有挖不倒的墙角。听到这些话，高阳虽然生气，但是却没有办法。不管是能力还是名声，自己都要弱于长乐。女儿不能嫁入长孙家，乃是虾仁所说。他还说，若是女儿嫁入长孙家以后，必遭天谴。同姓不能成亲，朕知道，为何不同姓的表亲也不行？虾仁说，臣身上流着阿爷和阿娘的血，堂亲表亲就差个姓，其实血脉都一样。遭天谴又是怎么回事？至于遭天谴，则体现在后代上。近亲成婚后生出的孩子，有极大概率先天残缺，或者有不治之症，多难活到成年。无舌，去让李郡县带人把长安城内所有表亲成婚后他们的后代情况给朕调查清楚。朕今天晚上宵禁之前必须拿到结果。老魔遵旨。二郎，虾仁医术高明，这事恐怕是真的。我们差点就害了自己的女儿。我大唐如今正是缺人的时候，若是此事为真，虾仁真是又立了大功一件啊！母后别担心，反正儿臣与长孙表哥的事还没落定，一切未成定局。天下青年才俊那么多，儿臣不愁嫁不出去。
不行，不能这么被动下去了。阿爷，皇姐还未出阁，过多与虾郎接触，恐会传出一些闲言碎语。以后关于酒楼之事，不如让儿臣去吧。高阳妹妹，此言差矣。即便你与魏南伯定下婚姻，可礼法就摆在那里。未正式完婚之前，还是不要经常见面的好。妹妹虽说与虾人还未完婚，但婚期将近了。哪怕接触多一些，旁人恐怕也只当儿臣在跟魏南伯培养感情，算不得什么。那可不一定，我从前开过酒楼，对酒楼内的流程有一定了解。相比于高阳妹妹对酒楼事宜一窍不通，我无疑要合适太多。皇姐说的对，只是虾人乃是我的未婚夫，皇姐未来的妹夫，妹妹是怕皇姐去接触不太好啊。我这都是为了妹妹着想。高阳妹妹，你与虾人关系势如水火，若高阳妹妹在处理生意上的事时与魏南伯爆发争吵，将会使今后培养感情难上加难。姐姐说的对，妹妹已经意识到了此前行事确为不妥，在此宜先向父皇认错，希望父皇能给我此弥补的机会。哈哈，好小子，居然能让高阳为了你而认错了。唉，你既已知错，且有悔改之意，母后怎好揪着不放呢？子安是一个好孩子，你以后与他好好相处，做好妻子的本分，母后便欣慰了。这句话同时也是说给长乐听的。虾人终究是高阳的未婚夫，在这方面他不能偏袒李立志，必须要表明自己的态度。父皇，酒楼虽是朕授意，却是皇姐与虾人谈成，若直接转交于你，对皇姐不公，不如来抽签决定吧。儿臣事先并不知晓，这生意皇姐谈成的，若拿走酒楼生意，对皇姐不公平，儿臣自愿放弃，抽签就不必了。从小起，只要他看上的东西，谁也无法抢走。他同样自信，这次也一样。他不信天命，不赌运气，更不屑于向任何人低头。李立志想争，那便争吧。我想要的从来不是靠运气赢来的施舍，而是堂堂正正、彻彻底底的胜利。我高阳是永远骄傲的太阳。我的确十恶不赦，但我更不想当一只龙中雀。喜欢他是我的错，所以请允许我继续错下去。父皇，那朕便告退了。好他个虾人，朕嫁给他一个女儿还不够，居然还敢招惹朕另外一个女儿。去，派人把他叫过来，朕要亲自打他板子。陛下，过2日便是臣妾的诞辰宴，你现在打他板子，万一打伤了他，到时候怎么办呢？难道就这么算了？朕记得他们此前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聊天解闷，现在居然因为虾人那小混蛋，连在后宫学的那套都搬出来了。陛下，孩子们都大了，虽说他们是公主，但是毕竟都是我们的孩子啊，这次就放纵他们一次吧。公主，您到底怎么了？您说句话啊！平日里香兰是最懂高阳的，而且高阳很多事都会写在脸上，很好看懂。比如上次虾人给李立志写诗，他就气得不行，一路上都在骂骂咧咧。然而今天他却一反常态，表面平静无比，叫人看不出任何喜怒哀乐。公主，是不是虾人又在陛下面前说您坏话了？您告诉奴婢，奴婢一定会想办法帮您的。香兰，我没事的，你们把我送到虾人府邸门口，在外面先等着就行，本宫一个人进去。长乐，本宫定要你知道谁才是虾人的未婚妻。动手啊！你这次怎么不打我了？高阳，你发什么神经？你要继续闹，信不信我让你飞起来？咋了？不行了吗？你的免死金牌呢？掏出来让我试试。你不是有双自动巡航的手吗？也让本公主看看。你发什么疯？别无理取闹了好吗？我今天没空陪你玩那些无聊的把戏。走吧，我送你回去。凭什么？凭什么呀？明明我才是你的未婚妻，你继续打。说吧，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能让他知道长乐竟为了他和我在父皇面前争吵的事，以后都不能在他面前提起这个人。我身上发生什么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倒是你要是个男人就继续打，别让我看不起你。天下看不起我的人多了去了，你算老几？虾人，你是不是男人？本宫都这样骂你了，你难道忍得住吗？倘若我忍不住的话，岂不是让你爽了吗？我干嘛要费劲呢？你就是个王八蛋，你的怂货，全大唐都找不出比你怂的人了，你连无舌。让你说原因你不说，还敢蹬鼻子上脸，能不能好好说话？高阳，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我想要的是你的心，哪怕是责任心也行，只要等生米煮成熟饭。我上次告诉过你，咱们需要好好聊聊。你若因我受了委屈，你可以现在告诉我。你真想知道？哼，我偏不告诉你。你罢了，我也不想知道。你高阳原本以为虾人会像以前一样对他，到时只需要再耍些小手段就可以达成这次的目的。可虾人根本就不按套路出牌。
我见众生皆草木，唯有见你是青山。他这是在跟我表明心意吗？现在可以说了吗？做梦，你想都别想。高阳，你知道吗？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就是我对你的感情。我现在是担心你啊。现在能告诉到底发生了什么吗？少爷，长乐公主来了，说要探望一下晋阳小公主，顺便看看酒楼的账本。我让她去正厅等待了。您完事了吗？完了。既然黄姐来了，我便随你去看看吧。我终归是这家的未来主母，家中来客，怎好不出面呢？你早上吃错东西了。没办法，瞎郎长相出众，才华横溢，我若不看紧些，万一那天被外面的小妖精勾走了，我下半生就只能独守空房，做一个毫无存在感的怨妇了。你高阳独守空房这几个字到底是怎么组合起来的？真他妈的小众啊！不知道姐姐要是看见我在虾仁府里还以主母的身份去见她，这会是什么反应？应该会很有趣吧。思子，你看阿姐给你带好吃的，阿姐好不好呀？好呀，阿姐最好啦。那阿姐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思子，阿姐问你，高阳姐姐方才也来了这里，对不对？对呀，高阳阿姐来啦。但是高阳阿姐不乖的，她去阿兄家门，阿兄叫醒她去啦。几句话把长乐说的云里雾里，仔细回想几遍后，他才大致理解四子的话。高阳不是不愿意放弃虾仁吗？为何又要来做这种让人厌恶的事呢？难道他真的认为对虾仁有一纸婚约就能高枕无忧了吗？黄姐，你也来了，别客气，在这里就当在自己家一样便好。一路上高阳都挽着虾仁手臂，虾仁也尝试过把手臂抽出来，但是手臂被高阳死死抱住，根本没办法抽出来。黄姐竟然来到我家做客，我做主母竟连杯茶都没给黄姐上，是我这个做主母的不好。你今天抽什么风还主母？倘若你以后这样当主母，那你趁早回你的公主府去吧，我家庙小，容不下你这尊大佛。虾仁你，李励志全当没有听到这些话，他早想明白了，纵使自己得手，高阳也必是虾仁之妻，这结局他已坦然接受。与高阳的疯狂战友不同，他只觉得男子三妻四妾再寻常不过。高阳妹妹何故如此心急呢？这茶是好茶，就得细品慢品。若你太心急的话，不仅会错过茶的滋味，还有可能让自己伤到。我自己的事情就不劳姐姐费心了。当然了，高阳妹妹实在不会喝的话，我这个姐姐可以代劳。你我姐妹，我并不介意。这特么什么情况？昨天晚上不是说要请我喝喜酒的吗？姐姐不必担心，茶越烫我越喜欢越满意，特别是这种烫的不能再烫的茶，最符合我的心意。我知道高阳妹妹性子倔，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这，可这品茶不同于其他的是，逞强没用。如果不符合你口味的话，我建议妹妹换一种茶饮用比较好。为什么换呢？天下好茶实在太多，妹妹偏偏喜欢这一种，所以能否请黄姐就别和我抢了，改天我让虾郎帮姐姐寻另外一杯好茶，怎么样？既然你先拿到这杯茶，我作为后来者，我愿意退一步，这茶你我一人一半，怎么样？不怎么样，茶已经到我手中，我绝不会把它拱手让人，哪怕一半。可妹妹，你舍得住吗？这就不劳黄姐费心了。倘若外面每只蝴蝶敢染指我的茶，来一个我便捏死一个，来一双我便捏死一双。这算什么事？要是让李二知道我拐走了他的2个公主，这不得让我去和无蛇公公做同事啊！少爷，您上次让我们为皇后准备的贺礼完成了，带我去看看。虾仁穿越到大唐，竟联合李世民的贴身太监换掉了太子献给长孙皇后的生日贺礼。怎么样，无蛇公公，事成之后好处少不了你的。行，此事就这么敲定了，事后可别忘了我的贡献。小妹妹，你瞅啥呢？小狼精，你是谁呀？为什么你的头长得这么大呢？我是个会算命的大夫。那你呢？询问别人的身份姓名前，你不应该先说出自己的名字吗？原来是魏南伯，小孩子不懂事，让魏南伯见笑了。我乃江夏郡王妃，她是我的女儿，名字叫李玉婉。李玉婉，文成公主。小狼精，你在看什么呀？抱歉，我方才想起来一点事，走神了。魏南伯，咱们又见面了。我说你这老道士一天天走路怎么没声呢？我还是个200多个月大的孩子，禁不住你这么吓。抱歉，贫道已经习惯这般走路了，估计一时半会改不过来。再说了，我不也是个几百个月的孩子吗？这不过是孩童间的嬉闹而已。老李啊，不是我说你，我自认为我已经够不要脸了，没想到你比我还不要脸啊！你怕是都腌入味了吧？咋，我还得管你叫小哥呗？抱歉，这位小哥，我们不是故意的。
不过刚才我观魏南伯看向这小女孩的时候，眼中藏着5分不忿，2分恨铁不成钢，2分惋惜和1分敬意，这是为何？你特么当我善行统计图啊？你不会自己算吗？贫道已经算过了。那你还问我？贫道主要是想确定一下魏南伯是否有看透或者算透他人命运的手段。我很好奇，你为什么非要确定我有没有那什么手段呢？担心魏南伯若拥有这种手段的话，会跟贫道抢饭碗。你知道的，现在的世道太难，差事着实不太好找。太史令，我没空和你扯这些没用的东西。既然你算过他的命，而且算得十分清楚，就应该知道他的未来是怎样的。你说我有没有可能改变点什么？你为何想要去改变呢？他的未来难道不好吗？好，或许好吧，但我不太喜欢这种好。我想公子应当知道他的未来有多么重要，不管从哪方面来说，他的未来对我大唐，对天下百姓都是一个极好的局面。或许吧。一旁的郡王妃听着他们的对话急得不行，偏偏他们又不说清楚。我的玉婉未来到底怎么了吗？你们倒是说清楚啊！还有谜语人滚粗大唐啊！小郎君、小哥，你们这是在说我吗？是啊，若是有关婉儿以后的事，能否告知我一二？没什么，郡王妃无需担心，就是说她今后会大富大贵，一生平安无灾。太史令说的可是真话？当然是真话，贫道岂敢欺骗郡王妃呢？公子，你说对吧？没错，太史令说的对，小玉婉今后会大富大贵，一生平安无灾。随后两母女便找了个理由离开了。老道士，你下次能不能找个正常点的说法？你瞧瞧人家压根就没相信你啊！没办法，贫道年纪大了，有时候脑子不太好用，请公子习惯一下就好。不过老道士，你说马上到这献礼环节了，你觉得谁送的贺礼会更贵重些？公子，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越王殿下封地何其大，手中怕是不缺少金银财宝。那些公主纵使有些钱财，却也无法跟越王殿下相比。太史令说的在理，只不过你好像没提太子。太子更加没能力与越王殿下相比了，毕竟他目前只是太子。去年大旱，皇宫的钱财几乎被掏空，陛下手中恐怕都拮据，太子的情况又能好到哪里去呢？那可不一定，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按照既定的轨迹走下去，那这个事情得多无趣啊！阿耶阿娘，儿臣从临邑国带回来的宝物，不如让儿臣呈上来，给阿耶和阿娘先看看。临邑国带回来的宝物，快叫人呈上来看看。李承前脸色难看，长幼有序。本应是李承前先献上礼物，可如今却是被李太抢了先。关键是李世民还同意了。众人虽都有意见，却是都不敢提出来了。阿爷阿娘，儿臣认为此举不妥。自古以来，尊卑有序，长幼有别。纵使亲戚阿兄礼物比较贵重，可太子兄长尚未送出贺礼。阿爷与阿娘若先看亲戚阿兄的贺礼，以后旁人该怎么看待亲戚阿兄呢？是我着急了，懿旨说的在理，那便让承前先行献礼吧。皇兄恕罪，方才轻却献宝心切，忽略了皇兄的感受，差点酿成大错，实在愧悔无地。待阿娘生辰结束，轻却必当登门赔罪。四弟言重了，为母后贺寿，原是一片赤诚，何错之有啊？这轻却心思有点重了，是我平日里太纵容他了吗？我是不是该敲打他一番了？好了，既然事情已经挽回，就不要再提了。哈哈，观音婢说的是，无蛇把太子的贺礼送上来。是陛下。这不是我准备的礼物，我的东西被人调包了。太子殿下，既然是您准备的礼物，不妨由您打开，怎么样？我不对啊，我准备的礼物不长这样啊！皇兄，快让大家开开眼，看看皇兄为了母后准备的礼物吧。李太清楚的知晓，今年因为灾情，皇宫内库本就不充裕，他便笃定了李承前根本拿不出一件像样的礼物。有好戏看了。这不可能！琉璃凤凰，这上面还刻了坤真载物，一饭千秋。哈哈，观音婢，你有福了。承前，你有心了。我吗？众人无不感慨这琉璃凤凰，而李承前则是悄悄向无蛇靠拢。无蛇公公，这到底怎么回事？孤分明记得孤准备的贺礼乃是夜明珠啊，这琉璃凤凰哪里来的？殿下，是魏南伯命老奴将此贺礼替换您的夜明珠，他本想亲赠，但因您一直在忙，跟你说不上话。虾兄啊，你这般待我，叫我如何是好啊？公子真是好手段啊，竟然能说通无蛇公公，替换掉太子准备的贺礼。小哥，你可别瞎说啊！依我一个小县伯，哪有那个能力？被旁人
天去了，我是要下京兆府大牢的。不过那般世间罕见的至宝，就这样送出去，公子不觉得可惜吗？那玩意啊，也就只有你们才会当做至宝了。如果不是时间紧迫，我绝对能做出真正的至宝。这句话李淳风深信不疑。上次他随李世民一家去拜访虾人府邸的时候，便看到虾人家中各种各样的奇怪玩意。公子，上次贫道其实跟陛下和娘娘去过渭南伯府，可惜走得匆忙，不知今后贫道是否还能有机会再去一次渭南伯府呢？太史令，渭南伯府的门槛不过2寸高，连小四子这般2岁大的孩童都能迈进去，难道你还迈不过去吗？再说了，咋哥俩谁跟谁啊？哈哈，请公子放心，贫道只想看看公子的房间而已，除此之外再无他意。小哥，我虾人虽然不喜欢羔羊，但我是个正常人啊，我可没有那些奇怪的爱好，你还是去找别人吧。公子，贫道同样是正常人，没有那种癖好。贫道之所以想去公子房间看看，是因为上次贫道发现公子房间里有一件真正的至宝，贫道只是想去看看而已。就这事啊，你早说啊，吓我一跳。陛下，娘娘，这是臣准备的礼物。送完礼物就快滚吧，朕看见你就烦。养得好好的白菜就被这头猪拱走，还是2颗白菜。好了，臣这就圆润的离开。虾人竟只献了青瓷，明明他可以自己去送琉璃凤凰的，竟把这种机会让给了我，我定要回报他。对了，虾人不是与羔羊不和吗？虽然没办法让他退掉这婚事，但是可以换个公主啊！我操，真他娘的是个天才！阿修，戏子今天乖不乖呀？阿修以后出去玩能不能带上戏子呀？那戏子听话嘛。哼，阿修又要骗我。皇姐，四子被虾郎照顾得很好，你不用时刻盯着那边的。了解情况的人知道皇姐在关心四子，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还不知道会怎么说皇姐在看什么呢？谢谢羔羊妹妹提醒，我知道了。他这次居然就这么放弃了，难道又在想什么诡计？不对劲，10分有12分的不对劲。父皇母后，儿臣有一个小要求，能否请父皇母后应允？今天是你母后的诞辰，你有何要求尽管说便是，若当真不过分，朕肯定允你。儿臣先前与渭南伯发生了些许不愉快，儿臣想趁着今天母后诞辰能与渭南伯解释清楚，所以儿臣想与渭南伯坐在一起说清误会。皇姐，我会和虾郎照看好四子的。虽然你的要求有些不合理法，但今天咱们是家宴，没有那么多规矩，加上你马上就要和子安成婚，2人之间有误会确实不好，朕就允你这一次吧。这话不仅说给羔羊听，同样说给其他人听，意在告诉别人这件事他应允了，别之后再拿这件事出来说。宾客们不傻，自然听得出来李世民的意思。皇姐，我会和虾郎照看好四子的，你不用忧心了。羔羊妹妹尽管去吧，希望你能尽快跟渭南伯把误会解释清楚。羔羊，你又想整什么幺蛾子？今天可是皇后娘娘的寿宴，你别乱来。哼，你不用忧心了，我在你心里的形象难道那么差吗？我一句话都还没说，你从哪认定我一定会捣乱？那我还能对你有什么印象？你细想一下，我们见面那几次，你自己说，我能对你有什么印象？羔羊仔细回忆了他们的见面，发现只有酒楼那次没发生过什么。严格意义上来说，酒楼那次都是因为虾人拿免死金牌吓住了他。如若不然的话，他说不定在开门看见虾人和抱着四子的李励志聊天时就爆发了。反正我没想找麻烦，你爱信不信？那你来干什么？你刚刚说有误会要跟我解释清楚，那你说咱俩有什么误会？说不出来我就告你欺君。我再怎么说也是你的未婚妻吧？结果我跑过来找你，话还没说2句，你就要告我欺君？你直接让父皇诛我9族得了呗！死虾人，臭虾人！贫道就说你们8字天合，乃天定姻缘吧，你们以后肯定会感谢贫道的。怎么还没来？这李渊竟然来了！公子，咱们好像有真正的好戏看了。太史令，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是正经人，没想到你居然跟我一样爱看热闹。你到底是哪门哪派的道士？为什么总是有种不好的感觉？朕此次前来是立志苦苦哀求，也怪朕没事先告知你们，没耽误你的寿宴吧？怎么会呢？父皇今日驾临，臣妾这家宴才算是完整。对，观音婢说的不错，今日本为家宴，父皇能来，儿臣高兴还来不及。李世民与长孙皇后都感到十分的高兴。自玄武门之变后，他们一直想找机会缓和关系，但是一直没机会。不知不觉间，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朕还记得励志小的时候最喜欢黏着朕，而现在励志已经长成大姑娘了。一转眼呐，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成人，该娶妻的娶妻，该嫁人的也马上就要嫁人了。是啊，朕前些日子曾听励志说，你们有意把她许给长孙冲。
这霎时全场晋升，只因李世民前几天在朝会上把近亲成婚的危害说清楚，并且下令禁止所有人近亲成婚。父皇有所不知，就在前2天，渭南伯虾人发现了表亲和堂亲皆属于近亲，是不能成婚的，恐会遭受天谴，遗祸后代啊。是啊，父皇，此事我们已经在长安调查清楚了，确实有这种情况，所以长乐与长孙冲的婚事已经取消了。哦，还有这事，又是虾家那小子。听闻前段时间他还救治了4子，朕对他着实好奇的紧啊。不错，一表人才。你如今还未成婚吗？回太上皇，臣目前并未成婚，可未成婚好啊！朕看你长相出众，气质不凡，与励志站在一起，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你们觉得如何呢？好啊，好你个李励志，父皇和母后不帮你，你就请皇爷爷来是吧？真有你的。对对对，皇爷爷说的对，皇爷爷说的好，我跟虾人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虾小子，你觉得怎么样啊？这时候只需要有人站出来，说出虾人与高阳已经有婚约，此事就不了了之。但是这是太上皇少有会露面的场合，也就没人敢说话了。太上皇有所不知，微臣皇爷爷，孙臣倒是觉得此事可行。倘若励志能嫁与渭南伯，肯定是一桩世间难寻的好姻缘。孙臣举双手赞成此事。这他喵的李励志可以呀，不仅说动了李渊，竟然还鼓动李承乾帮忙，要不要这么狠啊？好你个虾人，好啊，让朕的乖女儿去把太上皇搬出来就算了，你居然还让太子站出来支持，为了娶朕的女儿，你当真是下血本啊！此刻事情就变得有意思了，虾人以为李承乾是李励志说动的，李世民则认为李承乾是虾人说动的。事情发展到现在，后面的高阳公主终于坐不住了。皇爷爷，此事恐怕不妥。前些日子，父皇和母后已经把孙女许配给渭南伯，下月孙女便要和渭南伯完婚。您倘若此时把皇姐许配给渭南伯，那孙女该怎么办？沙雕小子竟然疑与你有了婚约，这是真的吗？二老，此事是真是假？是真的，父皇，高阳已与子安定下了婚约，虾人与励志之间的事恐……早说啊！你怎么不早说呢？你看看现在，让朕闹出了不少笑话，大家多尴尬。李世民只能缩着脑袋挨训，毕竟他好不容易才和李渊关系缓和了一点，不想因为这点小事又回到以前的样子。算了，儿孙自有儿孙福，你们年轻人的事，你们年轻人自己去解决吧。这话一出来，基本就相当于告诉了李世民他们别再插手小辈间的事情，也给了李励志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公子，你说的对，这乐子可太好看了，真是让贫道大开眼界啊！那还不都拜太史令所赐？若不是太史令给我和高阳算了八字，今天这乐子说不定就没得看了呢。公子，当初贫道也是没办法，陛下下令让贫道给您和高阳公主算八字，贫道拒绝不了啊。那你不会说我跟高阳八字不合，乃实是孽缘吗？哼，虾人，你什么意思？等公主就让你那么看不上吗？要不要我现在帮你去跟皇爷爷说说，直接让你娶李励志得了？最初是看不上的，现在还行吧？你要不做的话，还算挺好。哼，难怪之前李励志突然那么好说话，我言语刺激他，他都没什么反应，原来是在这里等着我呢。不行，这段时间我一定要把虾人看好了。皇兄，你方才为何要支持我与渭南伯的婚事呢？皇爷爷不知道，你难道还不知道渭南伯和高阳有婚约在身吗？皇妹是觉得虾兄不好吗？你别看他平日总爱去青楼，但是如今还是个童子身。皇兄，渭南伯和高阳妹妹的婚约已然定死，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你若愿意，那我就帮你想办法嫁给子安兄。而且我听说虾兄和高阳关系很不好，加上你身份更高，高阳肯定争不过你。关系不好？你听谁说的？他们关系好到都能在渭南伯府玩蛇行走了。你们在聊什么呢？太子兄长和皇姐在聊什么呢？介不介意带上我呢？高阳妹妹啊，我们没说什么，就问问近日生活情况。皇妹，我说的是你可以认真考虑一下，我还有事就先走了。皇姐，方才太子兄长让你考虑什么？搞得神神秘秘的。没什么，就是太子兄长说要给我找一个如意郎君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那皇姐可曾答应？自古以来长兄如父，太子兄长要给我找如意郎君，我一个做妹妹的怎么能拒绝呢？皇姐真是听话呀，太子兄长给你找的如意郎君，你可一定要把握住才行，别闹了半天，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我自然是答应了，这就不劳妹妹费心了，我一定努力。再说了，我相信兄长和皇爷爷会帮我的。你哼！这就是你说的大宝贝？对，就是这个，这可是真正的人间至宝，可以拯救千千万万个家庭。太史令，这可不能开玩笑，此前我一直以为他已经死了，听你的意思，他还有复苏的机会。有。
虾仁曾从一西域商人手中偶然买得一枚奇异的小黑球，他当初只当是颗异域土豆，随手种下，却久久不见动静，便也渐渐将这事遗忘了。太史令并非不信您的本事，只是若这里面的东西真如我所想，那它实在太过重要。可是公子，你明明有着很多可以造福百姓的东西，却没有拿出去，这是为何？不是我不想，而是百姓还没准备好，拿出来反而会坏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啊！那依公子所见，这第一步该怎么踏出呢？其实第一步我已经迈出去了，用你们都没意识到的办法。请公子不吝赐教，要怎么做才能真正让百姓的生活好起来呢？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隋炀帝是暴君吗？别有顾虑，按照你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说。其实我觉得隋炀帝修运河、创立科举、洛阳建都等举措均具长远价值，只是他太急了，加之科举制度侵犯了世家利益，所以强盛的大隋二世亡了。不错，步子迈大了，会扯到蛋的太史令可知什么是以工代赈吗？而且只有把钱花出去，让银子在市场上流通起来，百姓们的生活才会改善起来。可是公子打算怎么从世家贵族手里赚钱呢？太史令想知道吗？这可是商业机密来的，想听啊得加钱。倒是贫道唐突了，那么今天就先到这里吧，虾先生。贫道告辞了，希望虾公子能揽尽天下钱财。那就借太史令吉言了。话说，我是不是该找个护卫了？找谁呢？我怎么把3件定天山的白袍骁将给忘了呢？虾兄，别来无恙啊！你是怎么好意思说出这句话的？你居然公然支持我娶李丽质，你知不知道你父皇当时看我那眼神，简直恨不得当场吃了我。虾兄，我不也是为你好吗？再说了，长乐天生丽质，容貌冠绝大唐，你平时不是最喜欢看美貌女子吗？不过虾兄，我原以为长乐会抗拒的，结果我昨天和他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居然直接表明态度，说愿意嫁给你。行啊你，虾兄，你不是和他们一伙的吗？什么一伙的？那天他以为李丽质和李承前早就商量好了，所以才会在李渊撮合他和李丽质时公然站出来支持。难不成他们真的不是一伙？虾兄，你信我，长乐真的喜欢你，而且我还告诉他，你虽然常去青楼，但是到现在仍然是个单纯的大男孩。你不信的话，可以问问太子妃，她当时也在场。承前兄，我说你怎么好好的太子不当上媒婆了，一个两个的都希望我娶李丽质，可你们父皇他能同意吗？你们莫非还想让我进一次大理寺狱？放心，我父皇未必同意，但皇爷爷肯定支持。如今他俩关系刚缓和，父皇绝不会为此事与皇爷爷争执。若父皇执意反对，我便去求母后，定让你们成婚。但是我啥时候说过我喜欢李丽质了？怎么就有情人终成眷属了？李承前觉得只要妹妹喜欢虾仁，问题就不大，唯一要搞定的只有高阳和父皇。至于虾仁怎么想，他根本没操心，毕竟妹妹才貌双全，还主动到追，哪个男人会拒绝？虾兄，你真的是正常男子吗？什么话？你说的这叫什么话？我怎么不是正常男子了？我平常喜欢看美貌女子，那只不过出于欣赏，你懂吗？你难道以为我是什么色中恶鬼？见到一个好看的女子，我就必须喜欢她吗？老妹啊，哥已经帮你很多了，问题是人家对你无感啊。老妹，你真倒贴啊！既然魏南伯不愿意说，我们又何必强求呢？这终究是魏南伯和2位妹妹的私事，我们点到为止就好。承前兄，你有一位好妻子啊！正所谓若无贤妻持家，何来丈夫功成？你以后定要好好待太子妃才行。李承前想起成婚后，太子妃苏氏始终任劳任怨，替他打理琐事。他忙到误了饭点，他总是默默送来餐食。皇后寿宴时，他更求父亲献出珍藏的夜明珠。回首自己往日冷淡，心中不禁涌起愧疚。虾兄说的对，我以后会好好对苏妃的。父亲不必如此，我所做的都是出于自愿的。你我本就是夫妻，何必分你我呢？苏妃，父亲，你们别在我面前整那些有的没的，想说点什么干点什么，那就回你们的东宫，我可不想看这个。随后几人又尬聊了一阵之后，李承前夫妇便匆匆告别回宫去了。我要是把府里那些宝贝都给李世民，能不能把他2个公主换走呢？毕竟也答应了小四子，以后要好好教训他2个姐姐的。罢了，我还是先安心当个猎物吧，只需要等最后收网就行了。先去蔡国公府上看看他的情况吧，顺便还得给他透露接下的会发生的洪灾，让他们提前做一下准备。杜伯伯，您现在最重要的事是养好身体，而且您无需忧心朝堂之事，还有房大人和长孙大人在呢，他们又不是吃干饭的。
您应该担心的是即将到来的洪灾，还有大洪过后极有可能滋生瘟疫，到那时需要你的地方还多着呢。虾仁啊，难不成你真的能未卜先知？我当然没那等神通，但我会观察天时。去年夏旱冬雪，正是旱极而涝、雪融成洪的征兆啊。那魏南伯都能算到这些，可有什么办法？提前预防备，还能怎么办？这天要下雨，就跟娘要嫁人一样，我们无法阻止。可这无凭无据，光靠一张嘴，如何能让百官信服？而且接连的天灾和打仗，国库怕是根本撑不住啊！怕什么？这不是有陛下在吗？杜伯伯放宽心，万事都有陛下扛着呢。杜伯伯只需要将此事通知陛下就可以了。请魏南伯明示。我记得杜伯伯好像不曾参加皇后的生日宴吧？不妨去打听一下，就知道我想做什么了。杜伯伯，那我便先告辞了，我们晚些时候再见面。夫人，我记得你跟河间郡王妃关系不错，你去打听一下宴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好。怎么样了？老爷打探到了，据说宴会进行到一半时，太上皇也去了，而且还当众夸陛下做得不错。那这是好事啊！咱们这陛下这么努力的原因之一，不也是想得到太上皇的认可吗？但是太上皇又想给长乐公主和虾仁赐婚，太子还当众站出来支持这件事。最重要的是，长乐公主好像还挺高兴的。我懂了，难怪虾仁不担心洪灾的事。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原来目标是在长乐公主身上。这又和公主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关系。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虾仁肯定已经有了解决的办法。去，让咱儿子去把陛下请来。老爷，先不说此事是否为真，就算他是真的，陛下若来了，发现你没有办法，怪罪起来怎么办？一个人犯错是错，一群人犯错那叫没错，法不责众嘛。横竖有陛下扛着，咱们啊稳着呢。你们一群人啊，就是心眼子多，虾仁都被你们给带坏了。虾仁父母走得早，又得陛下和皇后娘娘看重，与太子关系莫逆。他要不会这些，以后怎么被人吃的都不知道。好，我这就叫儿子去通知陛下。朕问你，上面的写的东西是否为真？不久之后真的会发大洪？微臣只是推测。昨日与父亲查阅史料，发现凡大旱连暴雪之年，来年多暴雨成灾，去岁旱雪并至，恐有洪患，不可不防。难道我真的不适合当这个皇帝吗？这就是玄武门之变的惩罚吗？登基不过几年，却年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大灾。陛下，我爹还有病在身，行动不便，想请您过去聊点事。要不是实在动不了，他肯定不敢麻烦您跑一趟。无舌，你去把太史令请到蔡国公府，就说朕在那里等他，顺便去招虾仁入宫。走吧，朕即刻动身，与你先前往蔡国公府。太史令，你怎么搞的？怎么虚成这个样子了？陛下，臣最近一直在研究一门学问，导致忘了时间，这才变成如今这般模样。臣将近3天没休息了，请陛下见谅。竟有让太史令如此感兴趣的学问，你且先帮朕算算克明说的洪水是否为真，再给我讲讲你这学问之事。陛下，其实这洪水之事乃是虾仁告诉臣的。竟是虾先生所说吗？那便不奇怪了。陛下，此事不用算了，既然是虾先生说的，那肯定没错。太史令，你为何叫那臭小子先生？陛下有所不知，那日寿宴过后，臣跟随虾先生去了一趟渭南伯府。虾先生教了一门名为经济学的学问。何为经济学？这经济学又有何作用？这学问啊，足以改变世间，能让百姓生活富足。主要教的是叫做经济流通带来的好处。接着李淳风便将把虾仁的话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了出来，其中加上了自己的一些理解。太史令所言不错，虾仁乃是真正的天纵之才啊！陛下，臣再次请求让虾仁接替臣的职务。不行，虾仁太年轻，又是武将出身，若即刻让他接替你的位置，恐怕除了武将外，文臣无一人支持。现在太早了，不急不急。陛下，臣在研究经济学同时，也发现关于虾先生所说以工代赈的方法，早在春秋时期便出现过，只不过臣未能发现。陛下，这实在惭愧啊！李世民也读过史书，却和李淳风一样忽略了这些。就连旱灾雪灾后必有大雨的记载，他们也未曾留意。最终既要靠虾仁点醒，越想三人越是尴尬。太史令不必自责，要朕说啊，要怪就怪世家那些人，他们天天吹嘘自己学问何等了得，家中藏书有多么珍贵，却连这种写在史书上的绝妙之法都发现不了，实在可恶。对，陛下说的对，都怪那些世家的人。如若不然，前几年的赈灾效果不知比现在好了多少。就是，好比我们在聊的洪水，倘若那时我们召集百姓提前修建水渠等一系列防洪措施，还需要担心洪水来临吗？所以啊，千错万错都是世家的错。
微臣参见陛下。有，这不是魏南伯吗？前2日宴席上还放话要娶2位公主，如今为了成事，连太上皇都惊动了，还把太子拉来给你撑腰，真是好手段啊！陛下教训的是，不过陛下，臣今日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哦，咱们酒楼的已经开始大量盈利了，还有几天就能拿到钱了。哈哈，虾仁啊，你这件事干得很好，不瞒你说，朕打小就看你行，不枉朕把羔羊嫁给你啊。虾仁呐，你此前跟蔡国公说的洪水，朕已经知道了。蔡国公翻阅过大量史书，也印证了你说的话。朕想知道你有没有应对之法？拿钱砸啊！提前修筑防御工事，囤积粮草，还能有什么办法？可光凭酒楼那些收益还远远不够啊！陛下莫非忘了那尊琉璃凤凰？你难道还想把那尊琉璃凤凰拿回去卖给世家不成？上面还刻着赞美观音币的字呢！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臣只不过想说，那尊琉璃凤凰是臣做出来的，那臣便能做出第2、第3，甚至第100尊。只要找到手艺好的塑形工匠，要什么都不是什么问题。此话当真？当然是真的，陛下，微臣办事您放心，微臣啥时候坑过您？那你借太子之手献出去的那尊琉璃凤凰，让他帮你给长乐牵线搭桥的事呢？陛下，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臣只是单纯的想帮帮太子，同时让皇后娘娘高兴一点？更何况此前臣从未对长乐公主有过非分之想，哪里需要太子牵线搭桥？你此前对长乐从未有过非分之想，你他娘的凭什么对他没有非分之想？朕的长乐差哪里了？这特喵的，我对长乐没有非分之想，不是好事吗？你还不乐意了？喜欢也不是，不喜欢也不是。这件事居然不是这小子一手策划的，看他这样子应该也不知情。他娘的，总不能是白菜自己往猪嘴里钻吧？这谁受得了？可陛下，酒楼合作的事不是您派长乐来和我谈的吗？臣也从未对公主殿下有过任何言语挑拨或者出格之举。我不过就是用白鸽的诗撩了一下，而且应该没事吧？陛下，咱们要不还是先说说洪灾的事情？对，陛下，现在最重要的是洪灾啊！虾仁，你那琉璃真能高产吗？当然了，那琉璃说白了就是沙子烧出来的东西，不值钱的要多少有多少。若是陛下感兴趣的话，我可以给您做几件玩玩。如此说来，那琉璃岂不真是要多少有多少？朕要发财了！陛下，琉璃虽能暂从世家敛财，但终究物以稀为贵，一旦泛滥，便分文不值，绝非长久之计。这个办法确实好，不过虾仁，你岂不是要吃大亏？洪水是你发现的，对策是你提的，琉璃也是你造的，如今防洪要朝廷来办，你忙前忙后，难道最后白忙一场？大唐是我家，幸福靠大家。在大唐百姓遇到困难时，贡献出一些微不足道的帮助，是我作为大唐子民应该做的事。虾仁，你果真是朕的好女婿啊！咱翁婿俩谁跟谁啊？这点钱财就当小婿给的聘礼了，正好用来解决洪灾的事，你说呢？岳岳父父，大家自然都听明白了。虾仁早便想好所有的解决办法，就等着李世民去找他了。目标嘛，自然就是为了2位公主，2位公主加起来可不就是岳岳父父吗？你还说这事？陛下，我有一个想法，或许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整一整世家。细说细说。陛下可先行派遣朝廷的人去修建防洪工事与排水渠，然后在各地搞一个功德碑，上面记载给灾区捐献钱粮的家族。功德碑，此法确实能让世家大出血，可也会让世家名声更上一层楼，是否有些不妥？陛下，你难不成忘了保住百姓性命的防洪工事是谁修建的吗？再说了，功德碑都是陛下建的，只要不是太夸张，陛下自己想捐多少还不是捐多少？虾先生，你这是把世家当突厥人整啊！就按虾仁说的做，此计甚妙，此计甚妙啊！接着几人又把这个计策完善了一番。期间，虾仁并没有提前关于2位公主的事情。如果拿这件事威胁李世民的话，出力的性质就变了。从虾仁喊李世民岳岳父父，他并没有明确拒绝便可以了。那这事就这么安排下去吧。还有，虾仁，你平常有空的话，多进宫去陪陪太上皇吧。这是入宫的令牌，走了。虾先生高啊，没想到真让你得逞了。太史令不知道吗？世间最难销售便是美人恩啊！长乐公主都为我做到这种地步了，我若没点表示，岂不显得我不是人？虾仁说的不错，身为我大唐好男儿，怎可做那辜负美人心之事？2位公主罢了，娶便娶了，有什么大不了的？此番还多谢杜伯伯的帮衬了，不然我少说还得费一番力气。这算什么？比起贤侄你对我的救命之恩，不值一提。虾先生，此番你的安排是否也在推动经济流通？当然，只要钱财大量流入百姓手中，经济流通就已经产生了。不过这只能算小范围的经济流通，可能只有小部分百姓先享受到经济流通带来的好处。小部分就很好了，起码我们已经找到了办法，有了希望。只要坚持下去，说不定真的可以开创一个并肩汉武的盛世。给予百姓工钱，让百姓生活富足固然很好，怕就怕有人会觉得陛下想废除徭役，到时说不定会出现不少乱子的。
经济流通，以工代赈，想要实施徭役，总有一天是要废除的。传出一点消息就传吧，就当是提前看看大家的反应。为了百姓能够幸福安康，我相信陛下很乐意承受一点来自百官的压力，苦一苦自己。那我便先告辞了，我还得去太上皇那里看看。微臣叩见太上皇，太上皇圣安。你坐吧，朕刚好问你几个问题。本来虾仁打算是不提起关于玄武门之变和李世民的任何事情的，却不曾想李渊上来就直接开门见山的问：你觉得世民这个皇帝当得怎么样？臣与蔡国公闲聊时，听闻房玄龄竟欲为次子房遗爱求娶公主，臣很纳闷，为何不让继承爵位的嫡长子娶公主，反而选择次子呢？或许房玄龄想要一碗水端平吧。嫡长子继承爵位，次子总不能什么都没有。一碗水端平，房家长子能力出众，娶公主可借皇室人脉更进一步，甚至位极人臣；次子平庸，娶公主只得虚名，反令长子错失良机。这般公平，实则两败俱伤。可次子终究是亲生骨肉，岂能一无所有？房遗爱凭什么能娶公主？除嫡子身份外，他胸无点墨，庸碌无为。若强求公平，长子失势，次子亦难堪大任，只会白白消耗皇家恩情。你是在暗指当年朕力荐成为太子之事？是。天下事当今陛下与将士浴血打架，您却固守长子继承旧制，忽略功臣诉求与建成的能力不足，最终酿成血案。若当年能认清局势，何至如此？你这小子倒敢说真话，可若重来一次，朕又能如何？唯有顺势而为。既然知道次子并无治国的才能，便该早定大局，而非强求表面公平，反致兄弟相残。而且当时的太子自身无能，全凭嫡长身份，他又岂能容得下功高震主的弟弟？陛下若不动手，自己和手下家眷迟早遭殃。倘若不是被逼到了那一步，谁愿意冒着天大的风险去做那种事呢？荔枝拜见皇爷爷。好了，你们年轻人多聊聊吧，朕有些乏了，便先离开了。真巧，魏南伯也在这。是啊，太上皇昨晚还说咱俩天生一对，可不是有缘。你别取笑我，你做什么？我还想问问公主殿下呢，你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难道不知道吗？而且我只是想你按真心回应我便好，我绝不逼你。自始至终，李励志都只是想要一个与高阳公平竞争的机会。其实他大可求李渊帮忙赐婚，但他都没有这么做。你应该明白，我跟高阳的婚约无法改变，还有半个月，我和他便要成亲了，你能接受吗？我当然能，而且我与高阳自幼相伴，情同姐妹，若能同嫁于你，延续这份亲密，自是再好不过。只要你心里有我便可以了。我从前怎么没发现你胆子那么大呢？你就不怕你父皇和母后生气，不在乎你自己的名声？怕呀，可我一想到那天晚上我送你出宫时，你跟我说的话，我就不怕了。你不是说过吗？不要让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合着李励志还是被我忽悠成这样的？可是陛下好像不同意你嫁给我，毕竟大唐没有2位公主嫁给1位驸马的先例，你打算怎么做？我可以去求阿娘，若阿娘肯点头，她定会相助；若她与阿爷皆不允，我便去求皇爷爷，他们总不会驳皇爷爷的面子。你倒是厉害，为了我不惜做到这种地步。不过你阿爷那边你就不用担心了，他现在估计会默认我们俩的事。为什么？具体经过我不能告诉你，但我答应短时间内帮他赚一大笔钱，未来替他解决一个大麻烦，然后他就默认我叫他岳父父了。既然父皇已经默认了我们俩的事，那我们是不是只要搞定高阳就好了？你不是有很多鬼点子吗？不如由你去让他有点准备，别太排斥就好，剩下的等成婚后交给我便可以了。陛下，太上皇那边的消息传回来了。哈哈，吓人的小子居然还真敢回答，还拿房遗爱求娶公主的事来暗示。不过当初的事哪里有那么简单？虾仁这小子当真机灵，还好没什么话惹得二郎生气，不然又得费一番口舌了。比其娘也，臭小子居然敢对朕的励志动手动脚！二郎，年轻人的事便由他们去吧。你分明对虾仁十分满意，何必故作严厉？2个孩子既已两情相悦，亲近些也是常情。你当年……好了，朕只是心疼高阳，若朕不故作严厉，他该如何自处？他虽任性，却是朕亲眼看着长大的。如今要他将虾仁分与励志，朕实在不忍。二郎，你当年舍命打下的江山，不也未能继承太子之位吗？我们已给过高阳太多偏爱，徽约默许他出宫，甚至当面支持，可他仍留不住虾仁的心。如今还要怎样的公平？
二郎考虑高阳，不如考虑一下该怎么找个理由让丽质嫁过去吧。臣妾相信，以丽质的聪慧，定然会自己去想办法解决高阳的问题。我们啊，就别操心了。看他们在父皇那里的情况，恐怕早就情意相许了。朕还能有什么办法呢？皇后终究存了私心，高阳虽得偏爱，却非亲生，丽质才是骨肉。若是有转圜，她自会护着高阳；但继承定局，她的心便偏向了亲生女儿。这臭小子当真是给朕留下了一个难题啊！罢了，此事不管了，让他们自己去发展去吧。还有10日，我便要与虾仁成婚了。这一次，倒想瞧瞧姐姐还能使出什么手段。等完婚以后，本宫便可以。高阳大人，我错了，以后我都听你的。你说往东，我绝不往西。哦，姐姐是特地来贺喜的吗？还有10日，我便要嫁与虾仁了。倒是姐姐年岁渐长，也是时候该为自己寻个如意郎君了。妹妹费心了。昨日我去探望皇爷爷时，刚巧遇到虾仁，说起四子长得快，就医都不合身了，我便答应为他裁几件新衣。虾仁为表谢意，还赠了我一份礼物呢。完了，我被偷家了！不对，我这是被连根端了。看，这是虾仁特意送给我的呢。不可能，他怎么可能把这个给你？这玉佩乃是阿娘所赐，虾仁是绝对不会把这玉佩送人。我当然明白，可高阳妹妹莫非忘了，还有一种特殊情况，阿娘所赐的玉佩是可以赠出去的。按理来说，皇后所赐的玉佩，除了作为传家宝寄予自己的儿子外，便不能赠与他人的，除非与皇室联姻，作为公主的聘礼。为什么你偏要和我抢？你明知道我已经与他定下了婚约，也知道我后来不排斥他，甚至对他有了好感，为何还要来与我抢？我究竟有哪里对不起你？你说啊！我在来之前，李丽质便做好了所有的心理准备，不管高阳说什么做什么，她都会接受。抱歉，高阳，我不是在跟你炫耀，我只是想告诉你，我除了不会放弃虾仁之外，其他事我都可以退步。你想得到他，没那么容易。公主，您不会还想去跟魏南伯闹吧？您别生气了好不好？您和魏南伯的婚期将近，这个时候真不能出现意外了呀。哼，本公主是那种蛮不讲理的人吗？放心，就算是那个无耻小贼对不起本宫在先，本宫也暂且不跟他一般见识。等本宫嫁过去，有他好受的。对，您不是无理取闹的人，您最讲理啦。将此物交与虾仁，告诉他日后仔细些，莫再丢贴身要紧的东西。要是被什么不三不四的人捡到，那估计就真的丢了。好的，奴婢这就去。这是他的原话。是的，魏南伯，这就是公主殿下的原话。行，你回去吧，就说我知道了。伯爷，您说的那位薛公子已经找到了。你叫薛礼，祖上可是南北朝名将薛安都？是的，伯爷，小的祖上确实是薛安都。你可有梦想？可想参军建功立业？若是想，可留在我身边当护卫，我会教你练武，日后亲自举荐你参军。回禀伯爷，小的自小便想参军，可家中还有父母弟妹。你日后只需要跟在我身边保护我，我会把你家人接过来，帮他们找份轻松的活计，保证他们能安稳生活下去。伯爷，小的保证不会让任何人动你一根汗毛，除非先踏过我的尸体。很好，今天先让小顺子帮你准备一个住处，明天我便派人把你的亲人接过来。顺子哥，伯府内可有什么规矩是我需要注意的？以后你要是看见伯爷在打公主，你悄悄离远点就行。伯爷跟公主打起来，不可能吧？这有啥？悄悄告诉你，伯爷打了高阳公主，后来高阳公主还得上门求着伯爷打呢。真的假的？那当然了，我还能骗你不成？我前段时间听府里一个丫鬟说，高阳公主为了让伯爷打她，还故意踹伯府的门，然后在伯爷房门前等着呢。还得是城里人会玩啊。小顺子，你看见魏南伯了吗？这便是高阳公主了吧？小的拜见。小的拜见长乐公主。伯爷刚刚从外面回来，现在应当在正厅或者去后院陪小殿下玩耍了。好，那你们便先忙吧，我自己去找她就好。顺子哥，伯爷的未婚妻不是高阳公主吗？那长乐公主是怎么回事？我再悄悄告诉你，咱们伯爷跟这位长乐公主才是真爱。
夏朗，事情我都和高阳说清楚了，可是高阳最后却什么都没做，会不会？放心吧，他不会闹的，就算要闹，也是大婚之后的事情了。而且大婚之后，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揍他了。放心吧，夏朗，我以后会很乖的。别多想，我打高阳是因为他这人就服硬不服软，我要是不还手，他更瞧不起我。现在他这模样，正说明这法子管用。所以你真不会打我？要是你和高阳的想法一样，那我也不是不能满足你。那还是算了吧，我乖一点好。放心吧，我会处理好一切的，我会让陛下真正的把你嫁给我，让百官没有任何理由阻止这件事情。夏朗，我相信你，不管怎样，我都会等你的。当初李励志请李渊在宴会上说出虾仁与他郎才女貌时，在场的宾客就都猜到他的心思了。那我便先回去了。父皇说让你明日去玄武门外等他，他要和你一起去参加拍卖会。好。文臣的最高成就是什么？古往今来不过也就一人做到而已。升加3公，死士文正，配享太庙，名垂竹帛，这些还不算是文臣的最高成就吗？不，文臣的最高荣誉和成就，猜起来很难，说起来却简单无比，无非4字而已：指鹿为马。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本宫的兄长乃是齐国公，玄门之变时，貌似与陛下共进退。你现在告诉我，他未来会成为下一个赵高？娘娘，您急了。那你呢？你与太子关系莫逆，更是马上要迎娶2位公主，难道你就坐不上那个位置吗？娘娘，您本可一笑置之，或细数齐国公功绩，却偏要拿我作比，逼我自证，这岂非说明您心底已信了指鹿为马的可能？至于我，平时除了有收集免死金牌的小爱好，我也没什么别的追求了。虾仁觉得自己该说的都说了，最后能不能改变结局，全看长孙皇后怎么选择了。看来你和朕的女儿聊得很开心嘛。哪有呢？我和励志是在商量酒楼的发展啊，这一切都是为了大唐的未来啊！狡猾的小子，仅会说些漂亮话，光靠一张嘴骗走了朕的2个公主。说吧，这次又想干嘛？陛下，我哪有那些坏心思？关于这次拍卖会都完事齐全了，只等5姓期望入局了。我保证陛下您这次能挣得盆满钵满。你小子搞这些东西倒是不错，挺像那么回事。但是你就那么肯定，凭借太子的身份，一定可以把世家的人吸引过来吗？当然了，不止这些，前2天皇后得了琉璃凤凰，全城都说她是贤后。咱们只要放话出去，今天拍卖的琉璃宝贝和皇后那尊一样珍贵，那世家还会坐得住吗？看来世家今天是在劫难逃了，咱们也能赚个盆满钵满了。大家上午好，欢迎诸位来参加我们天雪楼首次拍卖会，我是本次的拍卖师幽兰，接下来便进入正题吧。这些世家真是好手段啊！国库空虚，问他们借钱借粮，一个个都推脱说自己家里都揭不开锅了。现在一尊琉璃玄武竟能卖出40万贯。陛下不用担心，待功德碑建造完成之后，便可以适当的对这些世家动手了。这是何意？而且朕若在功德碑上虚报数字压过世家，他们为名声必不会少捐。可若最终钱粮数目对不上，被人查出朕造假，又该如何收场？陛下，谁说您没捐的？只不过是因为贪官猖獗，竟敢向赈灾钱粮动手。到时候您觉得谁是幕后主使，那便是谁。好，朕有时候真搞不明白你这脑瓜子是怎么长的，此等毒妙计都能被你想出来。既然陛下满意了，我提一个小小的要求，不过分吧？你先说，你想要什么？您上次说要把励志和高阳都一起嫁给我，您看这件事，朕何时答应过你要把励志嫁给你了？没有吧？朕从未说过吧？一切都是你自己的猜测而已。陛下，臣为这拍卖会耗尽心血，甚至不惜开罪世家，这一切为了什么？您心知肚明，您别再玩笑，就答应臣吧。朕已经把高阳嫁给你，作为朕的女婿，帮朕不是应该的吗？相对的，世家之人想对付你，那也得先过朕这一关，不是？陛下，我这个人年轻，年轻人做事最没有分寸了，我劝您还是不要逼我，不然的话，吃亏的铁定不是我。咋的？你还想造反？那我不敢，臣虽无赫赫战功，却也为大唐尽心竭力，此生不求高官厚禄，只愿与心爱之人相守。难道连这般微末心愿，陛下也不肯成全吗？其实李世民与长孙皇后早便商量好了，只是缺个时机给虾仁赐婚而已。但是看着虾仁这般模样，李世民却不想轻易的松口。阿爷，我愿意，请阿爷准许我嫁给魏南伯。完了，自家的白菜主动往猪嘴里钻怎么办？不行，他都娶了高阳了，往前看看，大唐有谁娶过2位公主？陛下，是你逼我的。
干嘛？你干嘛？你给朕住嘴！此时的李丽志大脑一片空白，自小便是众人眼中乖乖女的她，现在却有一股前所未有的感觉在心底滋生，让她整个人都激动了起来。陛下现在答应了吗？要是还不答应的话，那我就要不客气了。行，朕答应你，朕把长乐和高阳都许配给你。您已经就是我最敬重的月月夫妇了。滚，给朕滚！阿爷，您别拿瞎狼开玩笑了。为了今天，他准备了挺久的。如果不是希望您多赚一点，他也不能跟世家对着干呢。这特喵还是我那乖巧的荔枝吗？还是我那个贴心无比的宝贝女儿吗？假的吧？这一定是假的吧？好了，好好看看你们像什么样子。你们是还小，3岁没长大吗？闹也闹了，婚事也敲定了，总该消停了吧？需不需要本宫离开，给你们提供一个安静的环境呢？虾仁，你和励志的婚事朕可以答应，但你也必须答应朕一件事。如果你答应的话，等你和高阳完婚，朕即刻想办法赐婚，如何？当然可以，我最敬重的月月夫妇。只要你答应与高阳完婚之后入朝为官，朕就下旨把励志下嫁于你，而且朕还会多给励志准备些嫁妆，等励志嫁过去，那些可都是你的。狡猾的小子，光凭一张嘴和一些臭钱，就想把朕2个女儿娶走？咋了？当朕是批发商啊？老登，我告诉你，高阳是我的，长乐也跑不掉。今天你这个女儿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我靠！闹够了吗？好好看看你们像什么样子，还当自己是个3岁的小孩吗？需不需要本宫离开，给你们提供一个安静的环境呢？母后，瞎狼他也是一时心急，才会做出此等不符礼法之事，望母后父皇不要怪罪。而且这不刚好证明瞎狼心里有我吗？朕的小棉袄漏风了。陛下也真是，下手也不知道轻点。虾仁你还好吧？娘娘，我没事，无事便好。长乐，我与陛下已经商量好了，待你与高阳完婚后，便会找机会下旨赐婚。不过你得答应我们一件事情。当然可以，我最敬重的月月夫妇。只要你答应与高阳完婚之后入朝为官，朕就下旨把励志下嫁于你，而且朕还会多给励志准备些嫁妆，等励志嫁过去，那些可都是你的。陛下真是打得好算盘，如果我答应下来，以后恐怕再也不能闲云野鹤了，与家人相伴的时间也少了。虾仁，你足够聪明，想法更是异于常人，待人也跟我们有极大的差别。说实话，朕有时候也看不懂你，朕有时候都觉得你真的是天上的仙人了。陛下，您可别听王太医瞎胡扯，我只是个普通人而已，绝对不会什么仙术，更不是仙人转世，他污蔑我啊！太史令曾告诉朕，他从你眼里看到了一种平等，一种真真正正的平等。太史令说，在你眼中众生无别，太子公主、官员乞丐皆是一般看待，朕与皇后、太史令皆不懂你的想法。陛下，我曾听闻一个故事，一对王姓富商痛失爱子，母亲悲痛欲绝，家中马夫却不解说孩子死了再生一个便是，何须伤心？只因马夫来自萍乡，见惯孩童夭折，早已麻木。臣去年曾为一农妇接生，他奄奄一息时，仍哀求先救他的孩子，生命皆是无价，无论太子乞丐，这便是臣平等看待众人的缘由。可你想过没有，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即使你才华横溢，可你一个人又能为这个世界做多少呢？又想闲云野鹤，又想推动大唐发展，是不可能的。陛下，鱼与熊掌其实可以兼得。你看我3天之后娶高阳，等过段时间还能把大唐的长乐公主娶回家，这2人我不是一个都没放弃吗？你还没答应朕的条件呢，还想娶励志，还鱼与熊掌可以兼得，小心朕让你鱼都没有。可我也没说不去做官啊。你愿意当官你不早说，害得朕费那么大功夫绕那么大个圈子去劝你。您这话说的，陛下，我实在太想进步了，您让我当官吧。陛下，我看这拍卖会也快到头，咱们该回去了。是该回去了。虾仁，今日参加拍卖会的人和消费都记下来了吧？晚点给我送去一份，就在上面选个有缘人开刀吧。是，陛下。小的拜见陛下、皇后娘娘、长乐殿下。小顺子，你来这找我是有什么事吗？伯爷，是这样的，今天拍卖会的收入有些出乎小的预料，咱们提前准备的护卫是不是有些少了？陛下，您觉得呢？无妨，你们照旧便是。朕倒是要看看谁打这笔钱的主意。小的知道了，那小的告退了。那就别上了，你自己回家去吧。不对啊，这马车特喵的是我家的啊！二郎，你怎么把虾仁丢下了呢？对呀，阿爷，瞎狼才刚帮你赚了那么多钱，你这是卸磨杀驴。
李世民一想到虾仁要娶走他2个女儿，那副得意的样子就来气，而且现在女儿还都帮着虾仁说话。他上来干什么？拍卖会刚结束，还有那么多事情需要解决，他难道一直当甩手掌柜吗？什么事都交给手底下的人去办，像什么话？朕这是锻炼他呢。二郎，你打算让虾仁担任什么官职？户部如何？先让他在户部历练一段时间后，朕便安排一个傀儡做尚书，这样虾仁虽年纪不够，但是户部便还是他说了算。户部要职关系重大，他年纪尚轻，若强行提拔，恐招致非议，反受其害。何况他的生意日后必将扩张，天下皆知。若他执掌户部，百官万民将如何作响？那工部呢？接下来，夫妻俩便在马车之内自顾自地商讨起来，一个提出，一个反驳，3省6部几乎说了个遍，到最后甚至连武将都没放过。现在终于成功了，而且虾郎的仕途也都一片光明，不管在任何位置都能发光发亮了。朕知道了，观音壁。朕想到该把虾仁放在什么地方了。放在哪里呢？渭南县。不就是当官吗？论骂人，我这辈子还没怕过谁，不过高阳。真想看看你穿上嫁妆是个什么模样。家穷啊，你当初可是口口声声说女人只会躺平，现在你却抛下了咱们哥几个，率先娶了媳妇。对呀，虾兄，你这是食言，不厚道啊！今日定要自发3杯才行。不就是3杯吗？今天我高兴，纵使30杯又如何？我虾某何惧之有？兄弟们，走，随我接新娘子去。公主，您今天很漂亮呢。要是魏南伯看到您这副模样，肯定会很高兴的。哼，长乐的事，本宫还没跟他算账呢。等嫁过去，定要叫他好好尝尝本宫的厉害。高阳，我的女儿。母后，这是儿臣近日习武用的软剑，方才正与香兰比划招式呢，免得日后被人欺负了去。你啊你，马上都为人妻了，还天天这么不着调。从小看着你长大，也还真是舍不得呢。母后放心，等我嫁过去，我会经常来看你的。要是虾仁不放我走，我就拿我的小皮鞭抽他。走吧，阿爷送你出嫁。很快，虾仁的府邸张灯结彩，到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吉时已到，请新人入场。老爹，虾哥都结婚了，我啥时候也能找个媳妇啊？好儿子，你看上哪家姑娘了？爹帮你说媒缺。爹，我觉着平康坊的冬儿姑娘。你好好想想再说话。1拜天地，2拜高堂，开席了。他们这一对冤家总算走到这步了，当真是不容易啊！是了，只希望他们以后能好好过日子就行。陛下放心，高阳公主与魏南伯乃是天作之合，未来必定会儿女双全，一生幸福美满的。婚宴继续进行着，整整1天下来，魏南伯府内热闹不断。虾仁除了偶尔偷懒之外，都在陪各位宾客聊天喝酒。虾仁想过成婚很累，但没想过会这么难。千盼万盼，天色渐晚，总算到了虾仁最期待的环节。你，哼，怎么了？我饿了，吃点东西不可以吗？是我家宝宝饿了，吃点东西没问题。夫君，以后都要在一起好好过日子，我能不能提几个简单的要求啊？说吧，大喜之日嘛，不管你有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那你能不能把之前母后赏给你那块玉佩送给我啊？虽是母后所赐，本不该转赠他人，但今日大婚，我以公主身份接此玉佩，母后知晓也应不会怪罪。你想拿这块玉佩去气李励志？哼，对，我就是想拿这块玉佩去气李励志，你就说你给不给吧。1块玉佩而已，你既然想要，拿去便是。可是我得告诉你，当初这块玉佩不是我送给他的，是他从我手中借过去的。前2句话高阳听到很高兴，但是知道玉佩是虾仁借出去的，而且把自己的玉佩借给一个明知要跟他抢夫君的女人，让那个女人拿着玉佩来气他，心里委屈极了。虾仁，老娘咬死你！洁白的月光洒下，温柔的铺陈开，峰峦起伏间，月光在阴暗间投下片片阴影。最后的时候，只见脸颊绯红，眼角划过一滴眼泪，而这一切还听红了2个8墙角的小姑娘。你说咱们都快守了1晚上了，还会有人来闹洞房吗？待着吧，反正也不差这一会儿。其实2人都明白，这是公主的大婚之日，公主的洞房谁敢去闹呢？公主殿下，有些话本不该奴婢多嘴，只是奴婢看您这样，实在不忍心。您和伯爷还年轻，
以后有的是时间在一起。虾仁起初很温柔的，只是因为昨晚的交谈，他实在气不过，一个劲的大骂和挑衅他，所以才被折腾成这样。公主，今日你要和伯爷去皇宫吗？不用，昨日出阁时，父皇便说过，一些不用记录的虚礼可以免掉，让我和夫君好好过日子就行。公主殿下和伯爷感情好了许多呢，说不定殿下很快就能有孩子了。孩子，有孕便能拴住虾仁的心，若得长子，主母之位必稳，母凭子贵，自古如此。你说的对，就这么办。我说什么了？虾仁，你记住了，我以后才是这个家的主母，谁能进谁不能进，我说了才算。焦糖，你知道吗？喜欢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你若想知道我喜不喜欢你，大可以自己来看看。高阳有些意外地看了他一眼，这还是虾仁第一次叫他的名字，不过倒也比较高阳亲近了太多，他听着很舒服。行，那我倒要看看。我从你的眼睛啥也没看见，所以你喜欢长乐吗？不，喜欢一个人的眼神确实藏不住，所以我选择喜欢两个。既然如此，那有些话我就直接告诉你，我不可能接受我的夫君拥有其他女人，这个家只能有我一个女主人。我能理解你的感受，但你跟我说这话没用。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再过不久赐婚圣旨就会到家里了。你是说父皇答应了李丽质？你说李丽质也要嫁过来？哼，就是不知道她到时会不会后悔。嫁给你那跟独守空房有什么区别？如果不是怕伤你自尊心，我连那2声都懒得叫。你脑子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被天上掉下来的鸟屎砸坏了吗？这么快就忘了你昨天晚上是怎么求饶的？要不要我帮你回忆一下？那又怎么样？反正我不服。少摆弄你那低劣的激将法了，对我没用的。哼！娘娘，长孙无忌将来恐效赵高之祸，以仗外戚之权，独揽朝纲，终致大乱。观音碧，你怎么了？最近经常走神，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可以给朕说说。二郎，李世民看出了长孙皇后并不想说，便扯开了话题，讲起了虾仁赚的一大笔钱，用于赈济灾民，普惠百姓。长孙皇后安静地听着，越听心里越不是滋味。二郎，你还记得前些天去参加拍卖会时，虾仁问臣妾文臣的问题吗？你还在想你兄长的事？长孙皇后还是向李世民坦白了虾仁的预警，也说明了自己兄长可能存在的野心。他深知外戚擅权终无善果，他也不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兄长走入权力欲望的深渊。二郎，臣妾有愧于你。亲情终究血脉相连，虾仁所言虽有理，却也只是揣测，岂能全信？观音碧，你且宽心养胎，莫要多虑。二郎说的是，比起这个，我倒是更担心高阳那孩子嫁出去后，也不知在渭南伯府可还习惯。臣妾总念着他性子急，怕他与虾仁相处时又闹脾气。哈哈，不会的，我看高阳的孩子挺喜欢虾仁的，指不定2人现在正腻在一起呢。犟不犟？还犟不犟？一天天的说东你要往西，关门你要撵鸡。怎么样，服不服？就这呀，你还武将世家，行不行啊？我的老腰啊，真不是省油的车啊！青儿看着自家少爷，又想到这些天府里的情况，基本上随时随地都能看见高阳和虾仁打架，2人就连同房都要抽空打架。你脑袋瓜里想什么呢？干嘛用那种眼神看我？没有，我只是看您和公主这么恩爱。伯爷，有好几位公公来了，还带着圣旨，您快去看看吧。圣旨？靠，这才成婚2天，这就开始安排我干活了？渭南伯，恭喜啊，陛下总算要重用你了。这算什么重用？怎么会安排你去当一个县令？让你当县令，那不是大材小用吗？不行，我立刻进宫去和父皇说说，不守往3省6部，起码也得进御史台或者秘书省吧。等等，你着什么急呀？我觉得这县令挺好的，别去了。一个县令有什么好的？哪怕是渭南县又如何？比得上朝廷百官吗？再说你若去了渭南县上任，我怎么办？高阳一直想的是，趁着长乐还没来之前，先给虾仁留个后，这样虾仁的心就能一直在他身上了。哼，我不管，反正你去哪里都别想丢下我。怎么可能？我就是把自己丢下，也不会把你丢下啊！我若去渭南县上任，绝对会带上你，放心吧。
夫君，这是怎么回事？为何陛下会给你赐下封地？正常来说，太子是不会被授予封地的，除非陛下已动了易储之心。我们一起去找父皇，不行的话，我们去找母后。不，你别担心，我并未犯过什么大错。阿爷从前虽对我严苛，但料想没考虑要换太子，且有母后在，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勾儿原为太子舍人，正儿八经的太子亲信，正六品官职，现在可好变成了个什么主簿？这算哪门子道理啊？娘，莫要担心，其实我倒是觉得这不失为一件好事。越王窥伺储位，太子一派危如累卵，陛下贬我为主簿，实为助我避祸。此职虽低，却可体察民情，正是历练良机。勾儿长大了，不枉我自小便严格教育你。放心吧，有我在，还能让勾儿一直当个主簿吗？还真被你说中了，父皇让你去当这个县令，当真有深意在里面。当然了，看待事情要全面，多动脑子。哼，你又骂我傻，你以为你又好到哪里去？整天穿的倒是人模狗样的，实际上除了会欺负弱女子之外，什么也不是。弱女子，你别逗我笑好吗？我会给你面子，但我希望你能有点脑子。你见过谁家弱女子能跟枝猴一样窜上树，然后把树枝压塌？李家有女初长成，然后呢？力拔山吸气盖世。你他娘的！我挠死你！虾兄，我跟你那啥，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不，你来的正是时候。哈哈，看来皇妹和虾兄感情很好啊。好啥好啊？承前兄有所不知，方才我险些被你妹妹咬死，实在太暴力了，一点都不像女子，你快管管。虾兄，这些事待会再说吧。我今日前来是有事想请教你的。哎，承前兄，这些都好说。不过我方才做了一首诗，想请承前兄品鉴。虾仁，既然陛下都说无有不允了，那我能再要一块免死金牌吗？不行，你拿这么多牌子干嘛？公主有所不知，近日臣手痒难耐。那你得拿绒布包着，金牌有些边角，个人。虾兄啊，你们感情当真是不错哈。但是父皇说，除了免死金牌，其他的都可以。那我就一个要求了，除了陛下，其余人不管我在渭南县做了什么，都不能插手，哪怕是我改了税收制度。接下来虾仁又讲关于推动经济流通，是大唐人人致富所需要具备的一些条件。虾兄，你所说的这些条件我可能无法做主，得回宫去问问父皇。那要是父皇不答应你咋办？咋办？那就不办了呗，反正着急的又不是我反正只是把你姐姐娶到手而已。哼，我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我说了算，我不要嫦娥进门。这件事是你阿爷下旨来的，你说了也不算哦。你哼。等我把你榨干了，看你还怎么惦记李励志。等我先给虾家留了后，姐姐还有什么资本跟我争？你要干什么？我还没准备好。都老夫老妻了，我来看看我的宝贝不行吗？那好吧。大宝贝啊，大宝贝，等你长大了，我就能让天下人吃饱饭了。你说的宝贝就是这玩意，就一根破苗苗，哪里比得过我了？别吵，这可是能活万民的良种，能亩产1000斤的。虾仁，你莫非是晒太阳把脑子晒傻了？亩产1000斤，我大唐目前产量最高的粟米才300斤出头。我懒得跟你多解释，反正你记得别碰它就行。高阳虽然压根不信虾仁的话，但是他不打算动这棵苗，他也想等土豆种出来后，能好好的嘲笑虾仁一番。夫君，天色渐晚，我们该休息了。别闹，明天还得去陪陪太上皇呢。哼，不行就不行，还拿皇爷爷当借口。原想容你嚣张片刻，既这般急切，今夜便教你何为以下犯上的代价。太上皇，您啊，就是自己一个人憋太久了，您就该找点事做做。最近平康坊来了一批新姑娘，要不我带您去看看。如果朕没记错的话，你和朕的小羔羊完婚才半月吧？才短短半个月，你就想去那等风月之地，还要带朕去？你觉得这合适吗？好像确实不太合适，要不把羔羊也带上？你他娘给朕滚！你若敢带昭堂去那种地方，朕立刻叫人打断你的狗腿。好，我不带他，我自己去行了吧？您别生气。
朕怎么摊上你这么个孙女婿？罢了，命也。有我这个孙女婿，您就偷着乐吧。您瞅瞅，您那么多女婿、孙女婿，谁有我惦记您？你惦记我，你就惦记带我上平康房了。要是让李二那小子知道了，有你好受的。我这不是想带您去放松一下吗？既然太上皇不愿，那我便先回去了。你这就走了，励志还没到呢。我说老爷子，你不会以为我是来找励志的吧？你小子破天荒的来找朕，朕很难不怀疑你是来这里找励志啊。毕竟朕一个糟老头子，哪有励志一个绝色女子吸引人？那臣就先行告退了，我还得带着励志进宫一趟。夏郎，你说阿爷真的愿意让我嫁给你吗？毕竟大唐可没有人能娶养为公主的。这个你别担心，我们在陛下和娘娘面前亲也亲了，抱也抱了，难不成他还能把你嫁给别人不成？到时候娘娘第一个不答应。想起那天的事，李励志就忍不住俏脸一红，那股异样的刺激感再度冒了出来。若是能再来一次，不行。怎么了？没有，要不我们把小四子也带上。阿爷阿娘见到四子定然高兴，你若有什么事都会好说许多。行，听你的，咱们先回去，然后把小四子带上。想必四子应当也想阿娘了。夫君，皇姐来家中做客，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一声呢？若因此怠慢了客人，岂不是显得我们失礼？我需要进宫跟陛下和娘娘商议一下小四子以及去渭南县上任的事。励志只是来接小四子的，你说话别夹枪带棒的。哼，励志叫得好生亲热呢，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才是你娘子呢。好了，你先自个玩玩去吧，想吃什么跟张姨说，金牌我也给你留在房间里了。我今天真有事，等我回来再跟你玩，乖哈。哼。你以后和昭堂相处，能做事就不要说话，别跟他瞎扯，别和他争，你越和他争，他就越来劲儿，越来越得寸进尺。所以你平时都不搭理高阳的吗？我跟你们的方法不同，我一般选择直接动手。陛下，不是俺老臣跟您吹，就那座盐矿山，俺老臣估摸着一年怎么的也能整10万斤盐，而且全部是细盐，跟狭小瘪犊子家里那种一模一样。1万斤啊，还都是毒盐矿弄出来的。朕终于能让百姓都吃得上这细盐了。那我们明日便先在长安周边开始售卖吧。陛下先别急，您不想再坑5姓期望一把吗？陛下，天凉了，世家该破产了。好女婿，此话怎讲？陛下，您怎么比我还兴奋啊？女婿，你是不知道啊，这天下苦世家久矣，朕平日找他们借钱是一分没有，出了啥事是全往朕的头上推啊。是啊，贤子，你是不知道啊，某家里有几头牛失恋成疾死掉了，他们都要上奏弹劾我啊。不错，世家就这德性，对咱们挑刺起劲，要他们出力就缩头。程伯伯提纯的戏言成功了吗？贤子，你这治盐的方子真是神了，连那毒死人的矿渣都能变成雪白的保卫盐，老子服了。这次想要世家大出血，就得靠这些盐了。女婿，你打算如何做？难不成是低价出售这批细盐，打压世家的盐价吗？不，陛下，臣打算找个几个异国商贩去接触世家便好，然后说此天山雪盐数量只有1批，等他们落入陷阱，到时陛下就可以着手卖细盐了。贤子好计策啊！那时再以陛下的名义出来卖盐，他们到时候便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好，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朕回头便加派人手，尽量多提炼出一些盐来，定要狠狠捞上一笔。不过陛下，臣还有2个计策可对付世家，尤其第3个计策来得最快。你快给朕仔细说道。中策便是煽动世家内斗，趁机败坏其声誉，同时暗中扶持新贵与之抗衡。但国库空虚，这计策实行有些困难。此法确实不可取，但依旧有借鉴之处。或许一些地方能加入到上策里。那见效最快的下策是什么？这个简单，只需要陛下给1批刀剑，出1件龙袍，再找几个替罪羊。行了，你别说了，这计策有伤天和啊！不，陛下，您想想看，那世家若有人想造反，抄家诛九族有什么错？谁能挑出陛下一个不对来？那个虾仁啊，本宫觉得你方才说的上策非常好，不如你再继续细说一番。陛下，臣现在觉得下策好像也不错，不如您再考虑考虑，要不臣替您出刀剑。接下来场面一度十分诡异，众人合力哄着虾仁，先打击世家的商业链。
多好的法子啊！陛下居然不答应。就你那办法，陛下答应才有鬼。而且你崔伯母也是世家之人，要按照你说的办法来，俺老程一样逃不了被砍的命。那没办法，到时候我只能在陛下面前替你求情了。如果陛下不愿意法外开恩，大唐百姓会铭记。好你个小瘪犊子！俺老程当初好不容易才把你和高阳的婚事求下来，你现在就这么对我啊？原来是你搞的鬼啊！我他娘的还觉得奇怪呢，好好的在家躺着，偶尔逛逛青楼，陛下怎么会突然下旨把高阳嫁给我呢？还是下嫁？俺不都是为了你好吗？娶一位公主，至少能保证你一辈子安安全全。不然俺们早就给你找个10个8个的，生他个一群小瘪犊子，也算是给瞎家留后了。爹，咋样了？陛下有没有赏你点银子什么的？刚好我这个月钱不够，爹，你能不能？你即刻派人宰2头牛，去官府备案的时候，随便找个理由把官府的人打一顿，最好把俺的名号搬出来，再把消息散出去。爹，您是不是脑子坏掉了？要不还是把家产给我保管吧，不然那天咱家被卖了都不知道。他娘的，要你去你就去，再多说一句，老子揍你信不信？瞎人那小子要去渭南县做官了，你要想跟着去，就按我说的做。好了，俺马上就去。渭南县啊，远离长安啊，放飞自我啊，这以后谁还能管我？不行不行，这种好事必须去和怀的宝林炫耀才行。以后哥们儿就不跟你们在长安玩了。啥时候到新家呀？看你咋一点都不急啊？急什么？你难道会收拾新家？还有，记得喊夫君。哼，你不也一样？平常的时候招堂，亲热的时候娘子。不开心了高阳，倘若生气，我就变成狗女人了。就是，阿兄高兴了叫人家小四子，不高兴了叫人家李明达，还给我取了个外号叫口水大王。少跟你阿姐学，以前乖乖的小四子都会顶嘴了。哼，薛礼，先去渭南县的码头看看。是，少爷。怎么样？你只要把这渭南县的情况告诉我们，这些钱就都是你的了。好，公子，您尽管问，小弟知无不言。随即，虾人便从这路人口中知晓了渭南县的大致情况。私船税、茶水钱、月钱、捕鱼的，还有捕鱼税，真是好一个父母官啊！不仅如此，渭南县中还有个名为斧头帮的帮派，我们还需定时交纳保护费。那此地的官府不管吗？拿什么管？听说这斧头帮背后有大背景，所以能在这边横行无忌。这么厉害啊？那你知道这斧头帮的背景是谁吗？公子，这我真不知道啊。但小弟偶然听说，连县令都对斧头帮的老大很是恭敬。除此之外，更多的东西小弟就不清楚了。好一个金利，好一个县城，好一个斧头帮啊！蛇哥，俺发现一个仙女，您快来呀！哈哈，不错，还真是个不错的美人坯子。小子，交出你旁边这美人，我可以免你1个月的保护费，如何？哦，想要我的女人？不错，你只要交出她，便可以免你1个月的。薛礼，领头的杀了，再找个懂事的来问话。说吧，我倒是好奇的很，你们斧头帮到底有什么来历，能让渭南县的县令对你们如此讨好？渭南县的县令之所以对我们斧头帮恭敬，是因为我们老大是张大人小妾的弟弟。张大人？哪个张大人？不知道，公子，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只是偶然间听到过老大和县令交谈，只知道斧头帮老大的背后之人叫张大人，具体名字我真的不清楚。虾兄，虾兄，你怎么来此地了？本官今日上任，原本是想先视察一番，可是本官发现咱们渭南县神仙很多啊。下官拜见冥府。本官今日才上任，未曾去过衙门，不曾了解过渭南县的具体情况，尔等亦是第一次见本官。你们觉得本官当得起冥府2字吗？下官认为大人担当起冥府2字，一位刚上任便一心为民，眼里容不得此等恶徒的大人，自然称得上冥府。你叫什么名字？回大人，下官名叫马周。马周，这他马可是以后的宰相啊！李二居然把他也派来了。那马大人可知，在有帮派收保护费的情况下，开私船的百姓还得给交私船税。这个私船税到底怎么来的？王大人啊，您渭南县为官已久，此等人人得而诛之的事，您知晓吗？大人，是下官失职了，下官呀。好一个失职！那本官一来便打探到了消息，莫不是本官被百姓骗了？虾兄，此事便交由我来查吧。3日之内，我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
不行，不能让他们查下去。起码回去的先下手为强。几个小年轻来了渭南县就永远留下来吧。杜兄，你乃文官，怎么能叫你去查案呢？如果让你去查案，我身边岂不是少了个重要的帮手吗？今无为何在？吾等拜见渭南伯。你是什么人？居然能调动进无畏？凭什么你能调动进军？给我将这税钱上上下下查个清清楚楚，无论是谁涉及到此事，全部给我抓捕归案。完了，王家彻底完了。当初陛下任我为渭南令，杜兄为主不时，我便疑惑何人竟能压杜兄一头，任县城一职。今日方知是马大人，倒也不意外了。下官人微言轻，只怕辜负圣恩。马大人不必多虑，陛下既选中你，自有道理。眼下县衙空缺，还需你多担待些。马大人莫慌，我与虾兄虽忙他事，但必尽力协助于你。马周望着眼前两位甩手掌柜，只觉未来一片灰暗。这渭南县衙的担子，终究是落到了老实人肩上。大人，下官能推辞吗？马大人，陛下将此重担交于你，正是信任你的能力。杜主簿身为蔡国公长子，亦在此历练，你岂能辜负圣恩？是啊，马大人，你可知寅时的星空有多寂寥？可尝过卯时晨露的清寒？家父每日披月而归，踏路而出，案头奏章堆得比我都高。马大人，陛下这是拿你当宰相苗子浇灌啊！且熬上3、5日，待我等奏明圣上，定给你讨来8个师爷。师爷便不必了，这寅时的星空，下官也想看一看。莫说3、5日，便是3年5载又何妨？下官定不负陛下所托。眼见马周被忽悠的斗志昂扬，两人默默擦汗。这老实人竟连帮手都拒了。今日查访渭南，见百姓多以为何而行，官渡私渡皆混乱。我想要废官渡，设公交船，统一定时航线。公交船是什么？我不明白。每日定时发船，固定路线，统一票价，百姓无需苦等凑客，避免出现乱收费的现象。那跟官渡有什么区别吗？下官懂了，冥府之意不在民，而在官渡船本身。私船有利可图，因官渡无法满足需要。果然啊，陛下的眼光着实不错。今后有马大人在，相信我们定然可以将渭南县打造成最繁华的县城。给朕查！朕倒要看看到底是哪位张大人，居然如此厉害，一个小妾的弟弟就敢如此，他是当朕死了吗？是，奴婢马上叫人去。二郎，放宽心，莫要气坏了身子，有事解决就好，何必如此生气呢？管阴币，你是不了解什么情况，朕实在是……你自己看吧。这是真的，渭南县距离长安城不过1个时辰路程，居然能有这种事情发生。那些杂碎竟然就敢做这种事，私传税、捕鱼税，闻所未闻，可笑至极。二郎，你先冷静一下，臣妾觉得渭南县之事恐怕没那么简单，那个张大人或许只是一个明面上的人物。观音币说的在理，此事能瞒这么久，那个姓张的绝对无法做到，背后肯定有人。而且此事太过巧合了，他们这么明目张胆，直接以税的名义压榨百姓，太容易暴露了，这岂不是找死吗？那2个聪明的小子恐怕也有所察觉，要不然王士官等人应当直接被他们抓了。观音币，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有人在做局？二郎是觉得有人想借你的手除去一些人。不错，朕赐渭南县于太子，调虾人3人前往，意图掌控之事，朝野皆知。若皆寻常贪腐，早该收手避嫌，然其竟持续半月，毫不收敛，简直将罪证拱手送至虾人眼前。有人想借刀杀人？不错，居然把注意打到朕的头上来了，那就看看他是不是拿得动朕这把刀了。夫君，都这么久了，我这个肚子咋连个动静都没有啊？你快帮我看看，是不是我的身子出毛病了？哼，都这么久了，肚子连点动静都没有。虾人，你不是会医术吗？快给我们俩检查一下。别白费功夫了，你吃再多方子也怀不上。为什么呀？为什么我怀不上啊？为什么？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你有见过谁家种菜光耕地不播种还能结出果实来的？这有什么关系吗？你今天必须解释清楚，要不然你别想睡了。随即虾人便把原理给高阳解释了一番。高阳听完后便呆呆看着虾人。现在懂了吧？虽然这种方法不保险，但几率很小，你没怀上孩子不是很正常吗？你知不知道我为了要个孩子努力了多久？你知不知道我有多么辛苦，多么的累？你个混蛋就知道欺负我不懂。好了，别哭了，咱们这么年轻，以后日子那么长，有的是时间要孩子啊。那不一样，
要是等李励志嫁进来了就晚了。原来你一直想要个孩子，就是为了这个？你怕李励志了？你不是骄傲的羔羊吗？谁怕他了？我才是你最先明媒正娶的妻子，他只是一个半路插进来第三者而已，我凭什么怕他？焦糖，我理解你的想法，你太缺乏安全感了，所以你急切的想要一个孩子来稳固我们之间的关系。那可以吗？当然可以，如果这能让你安心一点，我愿意满足你的想法。但是你知道怎么才能做好一位母亲吗？高阳以为自己很坚定，所以第一时间便想说我可以。然而他不知怎么的忽然安静了下来。好了，你要相信我，夫君绝不会抛弃你的，不管什么时候，你都是最重要的。嘉兴，斧头帮那群人，我们真的不用管了吗？杜兄啊，这件事谁都可以插手，可你不行。如果你信我的话，以后莫要过问了，等过了这阵子再说吧。不是，为什么啊？搞得我还以为那斧头帮和王世宽跟我有什么关系似的。没错，这件事跟你的确没关系，但跟你爹有关系啊。陛下，冤枉这2个字，臣已经说累了。到底什么时候能放臣出去？自虾仁把渭南县那批人送到京城后，李世民便派人追查。这一查便查到杜如晦在大病期间，家里突然多了一大笔财产。克明啊，朕明白你冤枉，但你也知道，现在铁证如山，朕实在没办法。陛下，那什么张文博跟臣压根没关系啊！当初不是您下令让臣提议让他上任京兆少尹的吗？他贪污了，跟臣也根本搭不上边啊！你放心，这里的衙役是自己人，当初还照顾过虾仁呢。你安心在里面住几天，等朕将此事调查清楚，就放你出去。见鬼的自己人，还照顾过虾仁？咋？人家有经验的，可我不需要，好吧？好吧，陛下，既然如此，臣便不说什么了。二郎是在想蔡国公之事，这次是朕疏忽了。如若不闹那么大的话，克明不会被逼入狱。会不会有人想趁机将杜大人拉下马，以此谋得一些好处呢？不可能，克明可是宰相之一，哪是可以靠一些污蔑之词能拉下水的？倘若克明能这么轻易被拉下马，那朝堂岂不是要乱套了？可蔡国公如今无职在身，若查不出结果，即便能证清白，怕也恐遭非议啊！将来重返朝堂必多阻碍。陛下，不好了！陛下，不好了！张文博他们都死了。死了？你说张文博死了？那张文博怎么死的？具体的臣亦不知。张文博死后，整个大理寺狱就被李将军带兵看管了。不过臣听到一些小道消息说，是他自知罪孽深重，上吊自杀。一个嚣张到让自己小妾弟弟在渭南县横行霸道的人，会认识到自己罪孽深重。果然啊，当初孤决定不插手此事是对的。虾仁当初派人将渭南贪官押送东宫，便给李承乾递了道选择题：若亲手查清此案，便是大功一件；若查不出，反倒会惹得一身腥骚，徒损威信。怎么样了？最近我太忙了，你都有好好休息吧。臣妾也不能天天都躺着呀，臣妾只是怀孕了，而且王太医只说让臣妾不要劳累，又不是说臣妾一点事不能做。自成婚以来，你便很少出宫，连娘家都很少回去，孤终日所无缠身，冷落了你，委屈你了。不若今日我们去渭南县转转，也算带你去放松一下了。励志，你这是？皇兄平日连个能喝酒的朋友都没有，回溜出宫不都是去找虾郎？这回连皇嫂都带上了，总不会是去赏花吧？上来吧，我们早去早回。杜兄，你觉得当今天下谁的钱最好赚？应该是百姓的钱吧，毕竟大多百姓穷，但百姓的数量是最多的。那些富商之所以能成为富商，不都是从百姓身上榨出来的油水吗？好像没错，可能对于其他人来说是这样的吧。不过对我来说，天下读书人和女人的钱最好赚。虾兄，女人的钱好赚，我可以理解，可这读书人的钱怎么能说好赚？想当初我随便买一本书，最便宜的都要700文钱。如果是稍微珍贵一些的书籍，动不动就1贯几贯的，更别说那些笔墨纸砚了。一天天就知道吹牛，你啥时候买过这些东西了？想我当年寒窗苦读，光是买书和笔墨纸砚便耗费数百贯，皆是文人必备之资，可见这读书人的钱啊最好赚。好个耗费数百贯！你那些书是母后送的，只是母后亲手包的，连笔都是母后特赐的御品，你唯一掏钱买的就那几块破墨，还敢吹牛？上次来你家写奏折，你那墨沿开全是渣子，染得奏章像泼了煤灰。
狗女人，你再拆台，今天晚上就自己睡偏房去吧。哼，程前兄，拆我台就算了，空着爪子来的，亏我在渭南县还惦记着你，专门给你送了一份大礼，你就是这么对我的？我这不是把你另一个媳妇给你领来了吗？我好了，虾兄，我刚才听你说读书人的钱最好赚，这个有什么说法吗？长安的读书人终日流连青楼诗会，指点江山，他们有的是闲钱风月，光是买书开销便如流水，这读书人的银子岂能不好赚？你们怎么了？难道我说的不对吗？虾兄啊，你说的对是对，可咱们毕竟是有身份的人，你还是当朝驸马，做这种事不太好吧？不是，我身份咋了？驸马咋了？大唐哪条法律规定驸马不让赚钱了？而且我就是来赚钱的，赚读书人的钱有什么问题？那个虾兄啊，我承认你说的很有道理。按你的说法，读书人的钱也确实好赚，但青楼真不能开啊！我什么时候说要开青楼了？你们一天天的穿金戴银的，从小也是饱读诗书，脑子里怎么都是些肮脏的想法？不开青楼怎么赚读书人的钱？不是你说读书人每天不是逛青楼就是开诗会的吗？并不一定要靠青楼才能赚读书人的钱，你们俩一天天能不能少盯着这些事？我说的是书籍。虾兄，且不说纸张的价格，就光凭抄书所需的人力物力就要一大笔投入，这真的能回本吗？这个无需担心，我会活字印刷术啊，而且造纸术我也改造了，我所用的纸张造价更低，质量更好。有低价纸张打开市场，确实容易了许多，但是这个活字印刷术为何物呢？随即，虾人便向众人解释了一番活字印刷术的作用。你这小子满脑子经世之才，偏只钻钱眼，换别人早换犬换名了，你倒好，竟觉得铜板比宰相味还香。全名皆是别人给的，说收就收，哪有自己攥着的钱实在？至于身后名，我死之后管他史书怎么写，主要是我确实也掏不过李二啊！要是放我到宋末，谁能拒绝王侯将相命有种乎？不过虾兄，你这些方法对世家的冲击也太大了，到时候他们肯定得拼死抵抗啊！要不我们慢慢来。我避他锋芒，不要忘了，渭南县是老子的地盘，世家是大又怎么样？生死看淡，不服就干。杜兄多虑了，此事畏首畏尾，反受其害。如今朝中暗流汹涌，世家势大，陛下早已心生警惕。而且我倒是觉得虾兄说的很对，不服那就跟世家干一下子。你是太子，自然无惧。可虾人区区一县令，若世家真因印刷术动摇根基而发疯，你扛得住？他怕是连灰都不剩。怎么了？舍不得？要不要我将黄姐叫回来，然后我们离开，给你们一个私会的地方？你现在说有什么用？人走都走了，下次有眼力见点，自觉带着四子走就行。行啊，虾人，不如我直接回自己的公主府住得了呗，连同我们的床全让给她，以后她来当你的夫人，当县令府的女主人，怎么样？那不至于，你只需将主母之位分立至一半便好。毕竟你曾真心待我，若独居公主府，反倒委屈。而且你父皇知晓我逼走你，免死金牌怕也顶不住啊！虾人，你这王八蛋！我乃你3媒6聘娶的正妻，竟敢叫我让位给李励志做你的春秋大梦，老娘宁可吊死在这梁上，也绝不让你称心。哟，这不是太子殿下吗？您不是出去玩了吗？还回来干什么？父皇，这不是婉儿有了身孕，儿臣这才想着带她多出去走走。知道就行。那你这次去渭南县，虾人有对你说了他的计划了吗？随即，李承前便把虾人所说的活字印刷术与改进的造纸术都告诉了李世民。哈哈，好一个生死看淡，不服就干！今天算他大功一件，真就不怪他跟励志私会了。父皇，这不合适吧？虾兄立了那么多功劳，从来没要求过什么，起码得给他将爵位提一提吧。非朕不赏，是他自己居官，朕连嫁2女，高阳与励志皆归其所有，这难道不算重赏？可是就凭虾人那些功劳，娶2个公主应该是没问题的吧？虾人之功已非爵位可抽，戏言足封国公，后续就4子皇后。杜公之功又如何算？今有渭南政绩与印刷术，莫非朕要封王？他年仅18，若在立新功，朕赏无可赏之时，你又当如何？我明白了。承前为君者，须谋3步而行1步。虾人深谙此道，他借与高阳争执之机，屡求免死金牌，甚至纵容流言，看似胡闹，实则是自污，以求功过相抵。正是这般不贪权势的聪明，才令朕安心重用。签了这份协议，咱们渭南县的情况就会立马好起来。冥府大人，要不我们还是问问陛下或者太子殿下，能不能把那些被贪污的钱拿回来一部分吧？
可是这利息实在太高了，这个还是您自己来签吧。下官就是一个小小的县城，做不了这么大的主啊。狗屁，我来签，万一上面怪罪下来怎么办？那个周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知道，冥府大人是想说要历练我是吧？老周啊，这怨气都快冲天了，我不是早上就已经上报调人了吗？过2日新主簿和县城就到，保管让你轻松不少。瞧我多疼你。下官谢过冥府大人，既然过2天就会有另外一名县城上任，不如大人再等2天，让那位县城来签行不行？老周，签字虽有风险，却也是天大的机遇。若因缺钱误了渭南发展，修路停工，百姓失业，计划搁浅，全县腾飞之机就此断送。难道你忍心看百姓继续麻木奔波，欠债累累，永无盼头？对啊，你忍心吗？你忍心看到百姓永远过着这样的生活吗？你忍心看到我和虾兄的努力付之东流吗？你忍心看到陛下失望无可奈何的眼神吗？只要我签下这个字，一切都会改变，对不对？果然，我就知道老马是懂我的。老马啊，好，您别说了，我签还不行吗？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早跟你说，老马深明大义，一定会同意的，你还不相信？马周早已看穿，虾仁就是个顶级忽悠，嘴上全是名声大义，心里却拨着高利贷的算盘，分明想空手套白狼，既要政绩又要捞钱。行了，这次有钱了，咱们这位南县以后就有这图书馆30%利润了。我签的不是借款协议吗？而且就算是股份协议，不应该是10%股份吗？想啥呢？就这点钱，你还想占股10%？而且还有5%还得去交保护费呢。随即，马周想到了保护在虾仁身边的禁卫军，便明白了。好吧，您看着来就行。下官只有一个要求，千万别坑渭南县就好。什么话？我怎么可能会坑渭南县呢？签好字了，你就去忙吧。建图书馆这事还有的忙呢。这不是咱们的虾大人吗？不去办公，竟然一个人悄悄跑回来睡大觉。想我了就好好说话，说不定我还能给你一个爱的抱抱。哼，谁想你了？我只是想到你的2个下手，天天被你忽悠的满腔热血，而你自己却回家偷懒。怎么了？被我说中了。昭堂，我少时养过一只猫，常带它满街疯玩。若独留家中，它便凶巴巴，不许人进。待我归来，定扑来挠爪泄愤。谁知如今竟又养了一只。随便你怎么说，你认为我是那只猫就是吧？我不解释啊。承认吧，你就是想我了。哼。想我便直说，若你无聊，跟着我便是。但凡嘴甜些，赏你个抱抱又何妨？何必次次见面都阴阳怪气？哼。我才没有想你，我只是一个人在家无聊而已。承认吧，昭堂，你就是喜欢我，你甚至想做一个贤惠的妻子，或许你还想要一个爱的抱抱。观音壁，渭南快到了，也不知那小子这半月折腾出什么动静，朕今日定要亲眼瞧瞧。那二郎为何不事先通知一声虾仁呢？我们对渭南县的情况不甚了解，让虾仁为我们带路介绍，岂不是更好？通知他干嘛？朕就是要悄悄去看看，万一他染上官场那些陋习，只会做表面功夫给朕看呢。对，二郎说的对。长孙皇后心里都明白，只是李世民想悄悄来吓虾仁，满足一下自己罢了。李君县先去渭河码头看看吧。朕看的消息，那小子最先动的就是官渡船，去看看那小子到底整了个什么东西。是老爷。这是在修路。2位贵人是第一次来渭南县吗？请问需不需要我为2位贵人带路？只需要2文钱呢。哈哈，这样吧，我今日想带我夫人在渭南县逛逛，你当我1天的向导，我给你50文钱，如何？那好，2位贵人想先去哪？在渭南县就没有我不知道的地方。那你可知那边为何修路？新县令修的，工钱给80文1天呢。可惜我年纪小，不能去。既用官府名义修路，为何不征徭役，反给高薪？咱不懂，但我知道县令是个青天老爷，对面牛婶子原靠织布糊口，如今被招去给工人做饭，每天都有50文。她瘸腿丈夫也被招进工房了。公交船又是何事？那船定时发班，价钱最多不过4文。从前开私船的都改公交船了，赚的比过去还多。2人听完眼前这孩子的话，都感到震惊。这虾仁上任不过半月，修路、公交、工房3策并行，竟将死水般的渭南搅出滔天火浪。那你可知新工房在何处？带我们去看看呗。没问题，2位贵人跟我来。县令大人不只买了公房，他还买了一大块地皮呢，就在东市和西市之间，我带你们去看看。听到这话，李世民便想到了虾仁前段时间上奏中提到的图书馆，不禁也起了好奇心。
吃饭了，吃饭了，下午再干。这时辰过了还真是快哈，这么快就到吃饭的时辰了。可不是吗？恍惚一下，感觉半天又过去了，俺这手中的活还差一点没干完呢。你呀你，谁叫你磨磨唧唧了？你瞧瞧我，多麻耶，上午都修好10多根木材了。切，给你显摆的，俺这叫啥来着？慢工出细活，你懂个龟儿。看着这一群干活的百姓，脸上都是笑容，又想到了百姓扶摇一时的模样。徭役害人啊！小二，给我来半只烧鸭。老王啊，这么些日子，你可总算舍得买上一只烧鸭了。没法子，家里2个孩子从小没沾过几次荤腥，这不是昨天领到了工钱吗？想着给孩子买只烧鸭吃。你呀，就你这工钱，一天买2只都绰绰有余了，咋就光想着孩子呢？你也对你自己和媳妇好点呢。哈哈，那再要2个鸭腿给我媳妇吃。那你自己呢？我啃骨头就好了，我不用。虾仁都让百姓吃上烧鹅了。是了，从前我总说他是个好孩子，现在孩子长大了，变成了一名好官，变成了百姓心目中的青天大老爷。陛下和娘娘他们怎么来了？就我这每日只干8个小时，工钱给到顶，吃住全包，伤病照管，节假休息雷打不动。就这条件，你往后1000年都找不到这样的活。行了好了，别吹牛了，你还能算到1000多年之后的事？你咋不上天呢？找个安静的地方聊聊你在渭南县的规划吧。香兰，你说小人子怎么还不回来？公主殿下，这话您今天已经问我28回了，您知不知道您现在就好像一块望夫石？哼，胡说八道！本公主怎么可能跟块望夫石一样？本公主只是觉得无聊，想让小人子回来给本公主玩罢了。果然还是不夜懂公主殿下啊！公主殿下哪怕被烧成灰，嘴都是硬的。少爷，您回来啦！嗨，县令大人还舍得回来，整日不见人影。知道的说是忙公务，不知道的还以为外头养了娇娘呢。怎的，要本公主给您呈位置不成？奴婢拜见陛下娘娘。昭堂，你出嫁前，本宫就是这般教你当一位妻子的吗？你看看你这样子，再听听你说话像什么样？母后，您怎么来了？您瞅瞅，陛下，我说了吧，有时候不是我不让着他，是实在忍不住啊。你跟朕抱怨有啥用？要朕说，你俩半斤8两，属于王八配绿豆，谁都别说谁。关于你想修建图书馆的事，你自己决定就好。不过你那个印刷术的模板雕刻出来，记得给朕送1版过去。陛下您拿去，不会想自己搞吧？如果朕的确是想自己用印刷术印书，你该当如何？那当然是支持了。我自己在渭南县做这件事本就有一定风险，您倘若想自己拿去大规模印刷，那我就不用承担这部分风险了。朕只是想收藏，而且朕相信你一定能做好。不过朕今日在渭南县逛了逛，倒是受益良多。李世民逛了一遍渭南县，看到的都是百姓们脸上开心的笑容，哪怕是在干活也是乐呵呵的。你当初说要改税法，如今却未见动静。陛下，税制关乎民生，不可贸然改动，百姓对未知一生恐惧，加之生计脆弱，若强行推行，恐引动荡，需待合适时机。何时才算合适？待臣在渭南积攒足够威望，百姓具备抗风险之力，且真心信我，改革皆为利民之时，便是时机。所以你如今修路开房，既为开源，亦为取信于民。正是，所谓愚，便是授人以渔，让百姓有谋生之计。如今开工坊、修水利，皆是为民造渔。这道渔以工代赈，殊途同归。随即李世民便与虾仁聊了关于以工代赈的细节问题，而高阳依旧在旁边被长孙皇后训斥。杜兄，你今日倒是回来的早，怎么没跟虾兄在外面跑？别提了，今天渭南县来2个大人物，我那个骚刚当时一下子见到李统领和那2位，好悬，没给我下完犊子。杜兄，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现在说话的方式变化很大？有吗？没有吧，我感觉我说话很正常，跟从前没鸡毛两样啊。以前那个温文儒雅、谈吐有礼的杜兄，怎么来渭南县之后像是换了个人似的呢？到底哪里出了问题？皇兄，你有所不知，跟虾兄处久了，说话难免随他，自在痛快，一句卧槽能顶10句话。现在你听不懂无妨，日后处久了自然懂。2位主簿，这里有县令大人的一封信，小的找不到县令大人，只能劳烦你2位了。这是谁送过来的？具体是谁，小的不太清楚。不过这信是一位折冲府的兄弟送过来的。想那么多干鸡毛啊！有什么事，等陛下和娘娘什么时候走了再说吧。
兄弟们，我们好像被坑了。信寄出去没？寄出去了，寄出去就好，寄出去就好啊！等虾兄看到信，估计马上就会来救我们。我们总算可以从牛叔手中逃出去了。三人本以为来渭南是跟虾人吃香喝辣干大事，结果三人天天被牛劲打往死里练，训练量是旁人3倍，半夜还得提防，叫头掀被子偷袭，说好的逍遥快活变成天天累成狗。虾兄啊，快来救我们！你们3个又偷懒。你真是肚脐眼放屁！你是咋想的？都跟你说了，现在生孩子对你的身体不好。哼，我觉得你就是讨厌我，想和李励志生孩子。随即，虾人便和高阳详细的解释了在各个年龄段生孩子的风险。真的假的？你不会像上次一样就欺负我不懂吧？我解释的难道还不够清楚吗？你还没能理解我的意思吗？我是担心你。他说他担心我，现在懂了吧？那25岁也太晚了，届时我都成老姑娘了，旁人会说闲话的。还有，你怎么证明你说的话？你可以去查啊，我把你父皇交给我的令牌给你，你可以调动金无畏去查，就明白我说的是真是假。哼，让你也不敢骗我。还有，别再用李励志来试探我，我心里有你，行了吧？不用反复确认。哼，所以你之所以不想要孩子，甚至连传宗接代都能放在一边，全是因为担心我。承认吧，虾人，你已经爱上本公主啦！傻逼！虾兄，这里有你一封信，你看看。这什么鬼？什么玩意儿？救命！这信是谁送来的？救谁的命？好像是从折冲府送来的吧？卧槽！楚墨。老秦，我实在坚持不住了，再坚持一下，还有1圈就完活了，不然牛叔有的想法子整我们。不，我不行了，我真不行了。我不跑了，你们爱谁跑谁跑吧。亏老子信了你的邪，还主动求我父亲将我送过来，结果你看看，老子都特喵被你坑死了。算了，你们都不跑，小爷也不跑了。俺们哥几个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还有，小爷觉得老秦说的对，楚墨就是个坑货。我不也被骗了吗？牛劲达是把我们当突厥人整了。有你真是我的福气啊！哥几个，你们说虾哥收到信没有？这都过去这么久了，为什么还不来救我们？可能他看不懂。这仨人被牛劲达关在军营往死里练，连撒尿都得打报告。好不容易买通伙夫捎信求救，结果纸上就憋出几个字：小崽们，看来你们已经准备好要接受处罚了。牛叔，这是为啥？我们哥几个到底跟你有啥仇啥怨？你非得把我们往死里整？要不是你们是俺看着长大的，俺还不愿意折腾你们呢。现在多流点汗，上战场才能少流点血。那我呢？我一样读圣贤书长大，自认为有几分才学，做文官也未尝不可。不行，老钱，你不能这样啊！你怎么能丢下我们不管不顾呢？咱们不是说好了吗？要一起同甘共苦，你怎么能抛下兄弟独自潇洒？就是，你难道忘了俺们的誓言，忘了俺们当初拜的关公，忘了俺们曾一起歃血为盟吗？俺们一起享过福，现在吃苦咋了？你不能丢下俺们不管呐！兄弟的悲苦固然令人心痛，但兄弟倘若潇洒，那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你们可真是我的好兄弟啊！牛叔，您可千万不能照老秦的道。想我秦说，那是何等的英雄盖世，在个人武力这方面，天下何人能出其右？你小子倒是说的不错。牛叔，实不相瞒，我父亲说他铁血征战了大半辈子，就是想让子孙后代一生安稳。其实我父亲最希望的是我能跟虾兄一样做一介文官。可我怎么听说你爹希望你继承他的衣钵？来之前，你爹还拜托我好好操练你呢。老秦，你可千万别怪我，你都听到了吧？这可都是秦叔授意的，你跑不掉了。老秦想开店，俺们不都陪着你吗？没事的，想开店就好了。好了，小崽子们，别说牛叔不讲人情，你们已经休息够了吧？现在听我命令，负重3拳8跳，开始吧。牛叔，您到底哪里来的这么多折腾人的法子？负重3拳8跳，俺们哥几个还能见到明天的太阳吗？3拳而已，你们扛得住。至于俺哪来那么多整人的法子，这当然要感谢你们的虾兄了。您是说这些法子都是虾人那个狗贼想出来的？再见到他，我必会扒了他的皮。给我滚开！我兄弟呢？你们把他怎么样了？虾兄，是虾兄来救我了。我兄弟程处墨呢？说他在哪呢？为什么我收到了他的求救信？这个名字军营里面的人都知道，只有那3兄弟天天挨训，惨叫声无时无刻充斥着军营。难道你们趁我兄弟捡皂角的时候捅他了？放你他娘的狗屁！卧槽，楚墨！你才在捡皂角的时候被捅了，小爷好着呢，你他娘的怎么凭空辱人清白？那你怎么给我写求救信啊？你在折冲府需要我救什么命？
千防万防，还是让这几个小子把信送出去了。夏县令今日是要强闯我的军营。牛叔误会，是触摸信上只写救命，我这才着急赶来。你在接到信后立马赶过来，牛叔很欣慰，但你强闯折冲府，还让老子的兵滚，牛叔很不高兴。你的确是那么个理，但我不听。直谈好酒赔罪。20谈，令准你在渭南县内调动部分府兵，另外长安正乱，老实待在渭南，少凑热闹。家人，咱们还是兄弟嘛。楚墨，你这说的啥话？咱们当初拜关公的时候不是说了，咱们永远都是兄弟，有我一口肉吃，就有你们一个碗舔，咋不是兄弟了？既然是兄弟，你为什么要想出那些法子整我们仨？你知不知道这些天我们仨是怎么过来的？我们仨差点就交代在这里了。就是，俺差点都没扛住，老秦都想去干文官了。这样吧，我们也不怪你了，以后咱们的地位得变一变就行，你来当田婉那个。到底发生什么了？我怎么就听不懂呢？什么叫是我出的法子？我出什么法子了？几人顿时七嘴八舌的把牛敬达训练他们的法子说了出来。牛叔，您用这种法子训练他们了？不得不说，你小子是真聪明，这种好办法都想得出来。俺用这种办法训这3小子，那效果杠杠的。牛叔，您知不知道，当初我将这个办法交给程叔时，告诉过他，这是用来训练那些身体素质极其出众的老兵的。那你怎么不早说？老程他们也没告诉过俺啊。牛叔，那种程度的训练他们扛不住的，我得将他们带走，好好检查一下，别落下了暗伤。行吧，你就带他们走吧。嫂子，快开门，我是我哥。我去你大爷的！你说啥玩意儿呢？你想干啥啊？我记得你从前就是这样敲连月姑娘的门，有什么问题吗？人家连月姑娘。算了，我懒得跟你说。再说门也没关，你敲个蛋。老秦，俺敢大赌，夏兄肯定没忘了连月姑娘。宝灵、甚远，虾人已娶高阳公主，又与长乐公主牵扯不清，以他的身份，岂容连月姑娘立足？何况虾兄对他踏实无益，不能吧？他们这是怎么了？上辈子没吃过饭，饿死的吗？别管他们仨，你吃你的吧，吃完早点休息。好，我们待会早点休息。好久没吃这么饱了，真他娘的舒坦！咱们哥仨也总算是脱离了苦海，不容易啊！你还好意思说呢？若不是你们姓程的坑人，俺和老秦至于去吃那一顿苦头吗？你们也算是底子好，没被折腾出什么毛病来，但训练肯定是不能停的。你们以后就跟着薛里练吧。还得练啊，就不能让我歇2天吗？歇个屁！程伯伯和牛叔虽然坑，但人家的出发点的确是好的。你们想以后在战场多流点血，还是现在多流点汗？其实我真的可以做文官的。不行，我们可以去训练，但是我们兄弟几个一个都不能少。俺也一样。赵贫嘴，我虽不像牛叔那般狠练你们，但丑话说前头，既在渭南县，都给我安分些。若敢惹事，立马送回牛叔那挨揍。夫君，天色不早了，我们该休息了，走吧。等等。虾兄，你今天怎来的这么早？这雨连下3日，修路建管的劳工恐怕会生躁动，停工便断收入。他们本就生计艰难，时间久了恐怕会出变数啊！虾兄，昨天我又将工钱先结清了，现在百姓手中有钱，不会闹事的。你已经安排下去了。虾兄，你这是什么表情？我爹好歹是当朝宰相，难不成你真以为我是个吃干饭的？哈哈，杜兄，我绝无此意，只是此事不小，马虎不得，我多问一句罢了。陛下，臣算出当初虾先生所预言的事即将要应验了。你是说洪灾要爆发了？是的，陛下，臣夜观天下，黄河半月之内便会出现水患啊！虽然李世民当初在虾人的建议下安排好了一切，但是依旧担心洪灾的影响。多事之秋，多事之秋啊！也不知那边的情况到底如何了。将军，雨势实在太大，黄河的水位已经上升到一个极高的地步。倘若大雨今日未停歇的话，最晚明晚便会决堤。陛下啊，陛下，臣本以为您是在杞人忧天，浪费大量人力物力，没想到您当真算准了。既然如此，那臣亦不会让您失望。传令所有将士全部出动，疏散百姓至我等提前准备好的临时住处，不管男女老少，一个都不能落下。当家的，你说这雨得什么时候停啊？俺咋个晓得嘛？这雨再这么下去，今年的庄稼怕是要被淹了。还
好陛下前段时间找人修建堤坝，咱们还存了一些钱。黄河水位上涨，黄河口即将决堤，洪灾马上就要来了，所有百姓即刻带上家里的余粮、财物，跟随本将撤离。快，咱们快收拾东西走。将军人都到齐了，全部带走，分出5个兄弟带他们去临时修建的住处。且慢，你们凭何断定洪水将至，竟要我们携全部家当撤离？若是骗子，如何是好？再说这身盔甲，谁知是不是匪徒假扮官兵？将军，这人是这一带有名的地痞无赖。杀了！现在还有谁要质疑本将？全部带走，按计划进行。爹，一天下来，距离黄河最近的百姓基本上都被我们带到安顿点来了，其余距离较远的百姓，我也命令将士们加急赶往了。都说多少遍了，在外称职务，谁是你爹？是职务爹。将军，黄河口的水位已经上升到临界点，预计马上就要决堤。这么快，不是预计明天晚上决堤吗？将军，还有许多百姓未来得及组织撤离，我先走了。走个屁！你没听到吗？洪灾马上就要爆发了，谁知道届时是什么情况？倘若你被洪水冲走怎么办？我怎么和你娘交代？爹，别说了，你给本将军安心待着，这是命令。黄河决堤了，吩咐下去，按照以前说过的，坚守住各自的岗位。柴哲威听令，本将命你把百里加急将此地的情况告诉陛下。末将遵旨。当家的，幸好军爷来得及时，不然咱们村这地势早被洪水冲没了。俺本就猜会有洪水，才让你收拾东西，却没料到来得这般快。这些军爷是咱的救命恩人。人是救了咱，可兄弟很厉。春婆娘，不兄弟，你能跑这么快？你当时恨不得把房梁都扛走，而且他们何止救了命，上个月招工挖去修屋，你们2家都有人去吧？王哥也去挖去了，俺咋没见过你？俺是修这棚屋来，军爷早料到大水，提前备着呢。若不是他们招工给钱，洪水过后天淹了，咱吃啥？只能像去年旱灾那样逃荒去长安。现在有了余钱，总能熬段日子。助攻给钱不是应当的吗？他们本可强征徭役，咱们照样得干，事后还得感恩。可人家偏给工钱，给活路，这还不算旧。原来如此，这定是大唐军队，是陛下的安排，肯为百姓这般费心，定是人君，往后日子会好了。对，陛下心里有咱们，日子总会好的。夫君怎么了？莫非是身子虚了？要不我以后少缠你些。胡说，你夫君我能一夜更10亩地。只是这雨连日不止，恐怕会酿成洪灾。我曾经向陛下献策防汛，不知他们可曾照做？传下去，让诸位爱卿都看看这份密报。是陛下。陛下，黄河决堤，洪灾汹汹，百姓危在旦夕，臣请即刻赈灾，万不可重蹈去年覆辙。臣附议，此次灾情紧急，刻不容缓。可国库空虚，实在拿不出钱粮啊！户部年年喊穷，莫非是齐军网上？够了！去年旱灾已掏空国库，连皇后诞辰都一切从简，朕难道不心痛吗？可钱从何来？臣愿捐全部家财7823贯0 56文，布100丈，2两千金，恳请陛下赈灾。杜大人疯了！杜大人不可啊！大人一心为民，为此不惜拿出全部家财赈灾，吾等敬佩。不要多说了，这种关键时刻，偏偏朝廷无钱无粮，吾身为朝廷命官，怎能坐视不管？老杜说的对，自己的钱爱咋花咋花。杜爱卿，你这又是何苦？父皇，荀子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朝廷可穷，却不可失民心，而臣愿捐东宫所有余粮。臣等愿捐。既如此，朕命工部在各州县立功德碑，将今日捐献者姓名与钱数刻于其上，让后世永记诸位功绩。糟了，这是阳谋。观音币，今日朕可算出了口恶气。王圭那老家伙听说要立功德碑，脸都绿了。可是洪灾之事成了，柴姐夫办得妥当。多亏柴少，百姓无恙。就是想起丽质非要嫁那混小子，朕心里堵得慌。家人哪点不好？他帮你的还少吗？罢了罢了，朕已准丽质出宫2日，让他玩去吧。臣切记得虾仁说过，洪灾后恐有瘟疫，不如让丽质去他那儿讨个防备之法。瘟疫？是了，那小子确实提过。这雨没完没了，好无聊啊！虾兄闲着就来帮忙处理文书，那我还要你俩这主簿干嘛？杜兄，你还不懂他，让他抠吧，别管了。伯爷，公主高烧昏迷了，您快回去看看吧。
啥？走，赶紧的！为什么骗我？为什么？我骗你啥了？混蛋！为什么骗我？我骗你啥了？你又发什么神经？没什么。别洗了，外人看见要说闲话的。自家媳妇怕啥？你就说舒不舒服？喜欢。巧了，我也喜欢。公主您气色好多了，昨天可吓坏奴婢了，多亏伯爷急着从县衙跑回来照顾你呢。本宫是他娘子，他不在乎，本宫在乎谁？来喝药。哼，太苦了，不喝。自己喝，或者我揍完你再喝，选吧。我只是想早点病好。乖，晚上赏糖吃。你唬小孩呢？公主，伯爷连您月事的姜枣汤都亲手哦，您就别总跟他吵啦。公主殿下，伯爷在家，您请进。你去忙吧，我自己寻他。姑娘眉如远黛，眼如秋水，像极了我思念已久的故人。你呀，就会哄我高兴。虾仁，你又勾搭谁？我若不哄你高兴，你怎会愿来见我？你怎知我不哄并不来？难说啊，若连情绪价值都给不了，你跑这渭南县图什么？你看现在夸完，你是不是心情好了？见面就有意义了。外里，那我真不来呢。山不来见我，我便去见山，几步路的事儿。贫嘴，伯爷这嘴，公主又被拿捏死了。走吧，定是陛下允你来的，不然你哪能出宫？除非找太上皇帮忙。对呀，还有皇爷爷。误了，哼，就你机灵。公主，长乐殿下只是客人，伯爷招待一下很正常。本宫累了，回去歇着。您不去了？本宫是那般不识大体的人。虾仁，你今晚死定了。四子，看谁来了？四子，想不想阿姐？想，阿姐。听说四子最近读书了，阿姐考考你，既来之则安之，是什么意思呢？既然来了，就安葬在这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呢。我喜欢你的钱，抢过来很有道理。虾仁，你教的什么歪理？不许凶阿兄，君子不重则不威。阿兄说君子下手不重，立不了威。那子不语，怪力乱神呢？孔子不想废话，直接怪力全打服。哈哈哈哈，四子天才。今晚你睡书房。说吧，这次来找我，你父皇可是有什么事要交代？我这次找你是帮父皇问问关于洪灾后瘟疫的解决办法。夏老，我们这么背着羔羊做这种事不太好吧？励志，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男子都对青梅竹马念念不忘吗？为什么？因为男子大多喜欢从小玩到大的那种感觉呀。那你不喜欢吗？时间不早了，我得走了。其实李励志很喜欢这种感觉，甚至还希望此时高阳正在窗户外悄悄看着。你干嘛？虾大人回来的挺早呀，怎么不多陪会儿您的叙旧的长乐公主？昭堂，你听我狡辩啊！不是，你乃是我正妻，我怎么会欺骗你呢？而且是陛下派励志来问防疫之事的。急什么呀？我又没说不信。不过夫君呀，你第一句就强调我是正妻，第二句即好好解释公务，此地无银300两呀。你什么时候长脑子了？说是不是又搂人家腰了？上次拍卖会的账还没算呢。夫人饶命，我连他一脚都没碰。我明明才是你3书6里娶回来的妻，可茂丽你娶了长乐后，连余光都不愿分我半分，我只能缩在角落，像阴沟里的鼠，偷窥你们刺眼的猿马。昭堂，我不会忽视你的。从今往后，你可以随时随地向我确认这一点，无论什么时候。今后我不会阻拦你娶李励志，亦不会对他冷嘲热讽，但你要答应我，不能不要我，否则我李昭堂死也不会放过你。这破齿轮怎么就不转呢？伯爷，这水力纺车的轴承实在难做。少爷，公主殿下叫您吃饭啦。是小清月啊，怎么是你来叫？香兰啊？公主说只有我和四子叫得动您。少爷，这个大轮子会转吗？暂时还不会，走吧，吃饭去。清月吃过了，想在这儿看轮子。那你看会儿就回去，别碰工具啊。哼，侠大人还知道吃饭，怎么不抱着木头啃？夫人息怒，我这不是想早点做出纺车吗？那破木头比我好看，天天抱着那破木头也不抱抱我，一天天的吃个饭又请800遍，干脆饿死你个王八蛋算了。不是李昭堂，我是不是太给你脸了？我发现你这2个月脾气是越来越大了。怎么，我惯的你3天不打，你上房揭瓦是吧？
我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白天窝家里摸木头，下午溜出去摸木头，晚上倒头就睡。再这么下去，你干脆娶块木头当夫人算了。行，我的错，我的错。虾仁也不知道怎么的，眼看着高阳脾气是越来越大了，芝麻大的小事都要揪着不放，不拿出来叨叨两句，心里不痛快似的。哼，知道错。你怎么了？没事，你吃吧，我累了，先回去休息了。我们一起回房间吧，我帮你把脉。慢点哈，乖。你当哄四子呢？喏，把脉。这脉象如猪走寒，几脉，我再试试。虾仁心里十分紧张激动，甚至开始质疑起爷爷从小教导自己的医术。他又不死心的摸了几次，然而结果依然是一样的。我身体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你倒是说呀！如果我有病，你说不就好了吗？不，你没病，不过最近没谁来咱家吧？程处末那几个憨货，杜购房遗址，还有你那些铜锈商人，哦，还有你的新尖尖李励志。你有身孕了？我有身孕了，也就是说，我真的怀上孩子了。你刚刚问我们家里来过谁是什么意思？唐儿，那些都是小事，你坐慢点哈。今天你要没个合理的解释，这孩子出生之后就不可能跟你姓。你不是总想让我回公主府住吗？你若不说清楚，我明天就走。别，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什么？你说。就是第一次要当爹，没有做好什么心理准备，有些语无伦次。我承认刚才的话混账，但焦糖，我从未怀疑过你。我日日怕你生产出事，怕自己救不了你，才骗你说不想要孩子。那你不会好好说吗？非要气我？是我蠢，以后咱找10个太医守着，你咬我掐我都行。所以真怀了。傻子，脉都摸不出来还当神医呢。不过你不是说你想办法了吗？为什么还是怀孕了？这个办法很不保险，只是说让怀孕的概率小很多，但不是绝对的。哼，这样啊？那你岂不是在做无用功？明知道这个办法不保险，可你依旧没拒绝。没拒绝的同时，还一边说担心我，不想让我这么早生孩子。虾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你第一次在我面前低头，真是令人感到愉悦呢。高阳才不在乎他虚不虚伪，他早看透了，这男人既想要宰又怕他死，才拧巴成这副德行。可他偏就爱看他破防，什么从容算计全撕碎才好，最好把软肋亲手塞进他手里。毕竟撕破他游刃有余的假面，比什么情话都带劲。那么小人子，你还有什么要跟本宫说的吗？我看你这脉象都2月了，你这段时间什么感觉都没有吗？我明明记得每个月你来月事的时候，我都熬过姜枣汤，让香兰给你送过去，你没喝吗？喝了呀，都做好了，为什么不喝呢？不过既然我都怀孕了，夫君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些事呢？既然我都怀孕了，夫君答应我几个小条件没问题吧？你说吧。第一，以后你得多花点时间陪我，别一天到晚找不着人影。没问题。第二，你不能凶我，不能骂我，不能跟我犯冲。我这段时间心情烦躁，如果哪里惹你不高兴了，你得忍着。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忍，我是忍者神龟嘛，你不要。作为交换，我可以每天让你帮我按脚。好吧，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夫君啊，夫君，从今以后攻守一行了。霞兄，咱们的图书馆马上就要完工了，你不去看看吗？出了点意外，签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今后我出门的时间就少了。至于图书馆，就麻烦你多盯着点吧。什么意外，居然能让你变成这样？方便说说吗？没什么方不方便的，就是高阳有身孕而已。那不好事吗？怎么看你好像还不高兴的样子？虾仁正准备发牢骚，但想想还是算了，这种丢人的事有什么好拿出来说的？说出来只怕是让人笑话罢了。我听说你最近一直在家研究什么东西，能不能让我瞧瞧？没什么不行的，既然你想看，那跟我来吧。清月，你一直盯着这纺织机看，你能看得懂吗？看得懂呀。那你说说，你看出来了什么？随即，清月便用自己的话把水力纺织机的工作原理说了一遍。咱们清月真是个小天才，有没有梦想？少爷教你当科学家，青史留名怎么样？不要，少爷救了清月，清月要给少爷当一辈子的侍女。如果你学会这门知识，你将成为历史上最出名的侍女，连带少爷也会跟着你沾光，能青史留名呢。真的吗？少爷，我想学。公主殿下，您真有喜啦。夫君亲自确认过的，不会有错的。公主殿下，您要不要找个时间和伯爷回一趟长安？此事还是得告知陛下和娘娘一声，以示尊重。那虾仁呢？他又出门了？没有，伯爷在教小公主和赵清月一些奇怪的知识。什么奇怪的知识？又是那所谓的《论语》？
伯爷带着小殿下和赵清月在念什么？一一得一，一二得二，还有什么力学、杠杆？奴婢听不太懂。那便不用管他呢。夫君从前就说过，要教四子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知识，想必就是你听不懂那些了。可是那这些知识也太奇怪了。伯爷还说，咱们其实生活在一个大圆球上，只是这个球太大，所以很难察觉罢了。因虾仁有教过四子，早上知道去你家的路，晚上就可以去打死你的论语前科。这次他传授知识时，众人都格外留意。公主，我们要拦住伯爷一点吗？算了，别去管他，我相信他心里有数，不会一而再再而三胡来的。或许我们真的生活在一颗大圆球上，只是我们不懂罢了。公主，你也相信伯爷说的话？他是我夫君，我自然信他。你说难以置信，他创造的奇迹还少吗？我真交错了，奴后怪罪下来，本宫一力承担。公主，您对伯爷好像有一种盲目的信任，而且您和伯爷的感情越来越好了呢。上次他说那个土豆能亩产千计，我也不信。然而，就那一株土豆成熟以后，却彻底打碎了我的固有印象。倘若不是亲眼所见，谁能相信那样一个土疙瘩能达到亩产千计，远远超过目前产量最高的粮食呢？少爷，您怎么了？没什么，只是有些想家罢了。想家？那要不咱们找个机会回一趟家？正巧公主殿下有了身孕，也好跟陛下娘娘说上一声。好，咱们明天就回家。他口中的想家，原是指千年后的故乡。出来时疯魔般寻归路，却次次徒劳。直到妻儿的忠心，兄弟的吆喝，长辈的关怀，成了拴住他的锚。而今妻儿在怀，长安城中暮鼓声里，大唐早成了他心安归处。少爷，时间是否太急了些？今天天色已晚，很多东西恐怕来不及收拾，要不后天再走？不用，反正伯府留下过几个下人，他们每天都有打扫屋子，回去随时可以入住。好吧。牛叔，您怎么来了？你还好意思问俺为什么来？俺不是跟你说过现在的长安不太平，叫你不要回去吗？好好在渭南县待着不好吗？牛叔，这都快3个月过去了，应该没事了吧？再说了，我就回去跟陛下他们说一下，我娘子有了身孕，长安再怎么不太平，跟我有什么关系？怎么没关系？你难道忘了当初那渭南县贪污案是由谁捅出来的？你觉得这种事是谁都能捅到陛下那里去的吗？你被人当成棋子了，你知不知道？牛叔，就算如此，又能如何？对于我而言，只要将渭南县的毒瘤拔除便好，其他事情我不想去管。犟驴，知道你10头牛都拉不回，带100府兵走到长安机令殿，有麻烦立刻找成老匹夫和秦琼。夫君，牛将军方才说的是什么意思？那贪污案莫非还有隐情？你也对这种事情感兴趣？长安究竟出了什么事？连父皇这么久都解决不了，牛将军还特意拦我们回去，竟还盯个我们御史找程将军帮忙，实在不寻常。随即，虾仁便把上次渭南贪污案给高阳说了一遍。幕后主使是蔡国公，张文博畏罪自杀了。是啊，如今又加上洪灾的事情，你父皇估计头疼死了。夫君，你觉得这背后之人会是谁呢？让一个重点关押的案犯悄无声息地自杀在天牢，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整个大唐能做到这一点的，一只手都数得出来。那背后之人不过是借我夫君的手，把事捅出来恶心陛下和杜公罢了。栽赃手段拙劣的可笑，明摆着是故意的。麻烦在于这人消息灵通，手段刁钻，至今还藏在阴沟里不露尾巴。无期尽开会若此，妙哉妙哉！去你的！能不能好好说话？信不信我到了长安就搬回公主府？哎呦，你干嘛？我说错了还不行吗？而且这件事基本就是你们皇家的人出的手了。这人行事简直像闹脾气，纯粹为出口恶气，活脱脱小儿女做派。排除所有不可能，符合这条件的恐怕只剩那位了。伯爷，长安到了。